我通过什么途径吸引的？就是缠啊、绕啊。你是谁？啊，我现在眼睛已经看不清了。没事，我唱歌。妈，爸爸爸爸爸爸，啥有啥可叫的？累不累？会不会我们天生一对？除了我还有谁？我老婆真可爱，自己在那吃饭。没人陪，可能就得自己吃了。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我们却和你说一样的话，你总是要我在你身旁，说幸福该是什么模样。你给我的天堂，其实是一片荒凉。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总为你忐忑，为你心软。毕竟相爱一场，不要谁心里带着伤。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
如果你不想要，想退出要趁早，我们要非要一起到老。我可以不问感觉，继续为爱讨好，冷眼地看着你的骄傲。若有情太难了，想别恋要趁早，就算迷恋你的拥抱，忘了就好。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总为你忐忑，为你心软。毕竟相爱一场，不要谁心里带着伤。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如果你不想要，想退出要趁早，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我可以稳稳干着，继续为爱讨好，冷眼地看着你的骄傲。若有情太难了，想别恋要趁早，就算迷恋你的拥抱，忘了就好。爱一至此，怎样的说法都能成为理由。我在这样的爱情里看见的是男人的软弱。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如果你不想要，想退出要趁早，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我可以不问感觉，继续为爱讨好，冷眼地看着你的骄傲。若有情太难了，想别恋要趁早，就算迷恋你的拥抱。可能年底吧。初见若渐渐誓言，风吹云舒卷，岁月间问今夕又何年？心有心但愿，执念轮回过经年，弹指间芳华开落多少遍。
这一世牵绊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一寸土，一年木，一花一树一滩土。情史中，爱偏开在迷途。往前路，往旧物，往昔往你往最初。花瓣瓣留在爱你的路。这一世牵绊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一寸土，一年木，一花一树一滩土。情史中，爱偏开在迷途。往前路，往旧物，往昔往你往最初。花瓣瓣留在爱你的路，前程夙愿来时路，一年桃花映过度。那一年几许时光在重复，听雨疏，望天湖，人间寥寥情难诉。回忆斑斑留在爱你的路。雨停止，天空之间，小泪在眼眶盘旋。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沿途经过的从前，还来不及再重演。拥抱早已悄悄冷却，海潮声淹没了离别时的黄昏，只留下不舍的体温。星空下拥抱着快凋零的温存，爱只能在回忆里完整。想把你抱进身体里面，不该让你看见嘴角那颗没落下的泪。如果这是最后的一夜，在你离开之前，能否让我把故事重写？天空之间，小泪在眼光盘
旋，这也是这最后一次见面。沿途经过的从前，还来不及再重演，拥抱早已潮潮冷却。海潮声淹没了离别时的黄昏，只留下不舍的体温。映空下拥抱着快凋零的温存，爱只能在回忆里完整。想把你抱进身体里面，不该让你看见嘴角那颗没落下的泪。如果这是最后的一夜，在你离开之前，能否让我把故事重写？想把你抱进身体里面，不该让你看见嘴角那颗没落下的泪。如果这是最后的一夜，在你离开之前，能否让我重写？谢谢叫我东哥的关注啊！给你耳机。打扰你，东哥。分开以后，每个夜晚格外的寂静，滴答滴答声大钟在陪着我回忆。电话里都曾经是你最柔的声音，现在只有空气冷漠的回忆。我给你我的心，能否请你别遗弃？一句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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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否再也不分离？我给你我的心，为什么你却给了我孤寂？就算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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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你也不想听。你的拥抱曾经是最温柔的事情，现在换了谁安睡在你舒服的位置？你的承诺曾是一种不自觉的甜蜜，现在一画一笔刺在我心里。我给你我的心，能否请你别遗弃？一句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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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否再也不分离？我给你我的心，为什么你却给了我孤寂？就算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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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你也不想听，你不想听。
上眼睛就可以不伤心？能不能脱下面具，还可以狠狠心？如果不是遇见你，我不可能相信生命有一种一定，一定要爱下去。爱可以相知相知，相依为命，却听天由命。爱可以心有灵犀，动魄惊心，却难以抗拒流星的宿命。我属于你的注定，不属于我的命运。不要命，不要清醒，还有梦能紧紧抱着你。爱写出我的事迹，算不出我的命运。你给我的命，下一辈子再还你。如果能如影随形，谁愿意一哭心？如果能变成蚂蚁，我愿意趋近于零。冥冥中明明是你，明明还不死心。生命是一种谜语，因为你而悬疑。相信不已，不能没有你。最后的情非不已，身不由己，当物转星移，惊喜是何喜？我属于你的注定，不属于我的命运。不要迷，不要清醒，还有梦能紧紧抱着你。爱写出我的事迹，算不出我的命运。你给我的命，下一辈子再还你。我属于你的注定，不属于我的命运。不要命，不要力气，这个有维生素 C 啊。我吃水，不喝这种工业加工。不是，这是纯饮料。视频下了，啥加了？ B 站的视频。我的也下了。是投诉下的还是他本人下的？一输了。星星一直都在这一片云霭，等着太阳疲倦之后离开。我也一直待在这个模糊地带，等着你疲倦了回来。天黑之后才拥有光彩，才能看见微弱的存在。我就好像星星在距你千里之外，白云总是对蓝天
依赖，我的爱也因你而存在，哪怕你不懂我的感慨和等待。我的爱像尘埃，散落在边疆地带，不再对谁期待，难道是一种自由自在？而承诺像尘埃，不断被时间掩埋，谁还记得大雨之中的告白？时间走得太快，要爱得痛快，宁愿受伤，也不想要空白。谁都想被疼爱，找一个未来，不要在孤独里徘徊。天黑之后才拥有光彩，才能看见微弱的存在。我就好像星星在距离千里之外，白云总是对蓝天依赖，我的爱也因你而存在，哪怕你不懂我的感慨和等待。我的爱像尘埃，散落在边疆地带，不再对谁期待，难道是一种自由自在？而承诺像尘埃，不断被时间掩埋，谁还记得大雨之中的告白？我的爱像尘埃，散落在边疆地带，不再对谁期待，难道是一种自由自在？而承诺像尘埃，不断被时间掩埋，谁还记得大雨之中的告白？谁还记得大雨之中的？谁都想被疼爱，找一个未来，不要在孤独里徘徊。Ready for this? Yo, SHG kicking a new flavor.给你织一条线，静静点点渐渐，屋顶上的瓦片是他的信件，一步步，一点点，走走在爱情边缘，想出现就出现，想不见就不见，想睡就睡一天，不理任何人，不会变，不上线，不会和任何人争辩。爱上他危险危险，不爱他思念思念，他总是若即若离若隐若现。
有时候沉默冰冷，有时候温柔腼腆，眼神都不会是他爱情的主人。靠近时缠绵缠绵，离开时敷衍敷衍，他总是忽冷忽热，忽近忽远。他可以一成不变，也可以瞬息万变，但是他不会对做任何改变。波斯猫眯着他的双眼，波斯猫踮着他的脚尖，波斯猫守着他的爱恋，一转眼却又看不见。想要来到这世上，却在途中失散。走的路是否一样？看见同一片艳阳，我忽然有预感，久违的陌生人会遇上。也许是你笑的弧度和我很像，也许是因为守护的星座和我一样，也许是漫长的黑夜特别孤单，才会背靠着背一起等天亮。黑夜如果不黑暗，美梦又有什么唱什么？花缠绕的深情寻觅，你像蒸发的背影，我坠落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紫藤花迎风行驶，日升夜长，越向城墙去开朗，笑声就越哑。紫藤花把心悬在旋转木马，乐圈已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最暧昧的人最难忘记，因为还留下梦境。最浪漫的人最难清醒，不信谁无情。假如能相逢和雨，彼此书里有记忆，不问你不说的秘密，快乐会不会延续？紫藤花心的心事，日升夜长，越向城墙去开朗，笑声就越哑。紫藤花把心悬在旋转木马，乐园已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爱情最沉默的不是别离，而是感动的回忆，让人很容易
站在原地，以为还回得去。自等花，迎风行驶，日升夜长，越向城墙去开朗。笑声就野呀，自藤花，把心悬在旋转木马，乐园已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迎风行驶，日升夜长，越向城墙去开朗。笑声就野呀，自藤花，把心悬在旋转木马，乐园已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掉一张也能感谢，是满满祝福的话。地址写的是心底，你能不能收到它？天有点冷，风有点大，城市宁静而喧哗。这一个冬天，我得一个人走回家。问自己习惯了吗？有没有什么好方法？你最近还好吗？是不是也在思念里挣扎？你说会记得我，还记得吗？你最近还好吗？忙碌吗？累吗？心还会痛吗？如不足的遗忘了我，快向快乐出发。My love， 你在怀里藏什么？记得抱不紧我，在你胸口找温柔，只找到一片沙漠。没有孤独的笑容，没有温度的手，慢慢倾斜的天空，这心速压垮着我。你的爱呢？我的你呢？那些快乐没了，难道你真舍不得？被弄痛了，被丢弃了，爱呢？你把它给谁了？你在回味什么？嘴唇没空问我，怎能你说爱我？只听到一阵沉默。是不是我迷了路，走进别人的梦中？原本熟悉的亲密，变成陌生的问候。你的爱呢？我的你呢？那些快乐没了，难道你真舍
真舍不得，被弄痛了，被丢弃了。爱呢？你把它给谁了？知道世界很想变，没想到连你也变。我好怀念你刚开始爱上我的那天。你在怀里藏什么？记得抱不紧我，在你胸口找温柔，只找到一阵沙漠。没有弧度的笑容，没有温度的手，慢慢倾斜的天空，一片一片剥落。爱了你了我，天的那谁快乐？第一次拥吻以前，我们找不到语言，但听见彼此灵魂多渴望永远。贴心好嘴角的线，摩擦后眼角的线，一起懂爱和真爱的差别。你送的杯子里面还装着温热感觉，你给的每个纪念都拍在窗沿。相机是牵手2年，未经事都经不天，戒指是有哭有笑的道歉。我不相信你心中现在他最美，你不会，你不会，你不会把我们的爱踩碎。我不相信你口中会讲出后悔，你不会，你不会，你不会不心疼我拒绝被看见的泪。曾经相信你就是我的唯一，忘记思考生命其他的路径，不知不觉陷入爱的模糊里，竟然发觉我的世界已经渐渐不清晰，于是我就这样茫然失去了你的踪迹。没用的足迹，爱的方向找不到，我在你心中还剩多少？我的眼泪不重要，只要你记得回来就好。外面世界吵又闹，你要小心照顾自己好。没有我的左手拥抱，请你千万保重，好不好？
么就是找不到不谢的玫瑰花？为什么遇见的都不够王子啊？我并不期盼它会有玻璃鞋和白马。我惊讶的是，竟然今晚会变成谎话。为什么幸福的清凉要飞得那么高？为什么苹果和拥抱都可能是毒药？我从没想过有了它还孤单的可怕。我突然想起从前给我那个洋娃娃。我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我不想长大，我宁愿拥有又悲又傻。我不想长大，长大后我就会失去他。我深爱的他，深爱我的他，已经变得不像他。我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我不想长大，我宁愿拥有又悲又傻。我不想长大，长大后我就会失去他。我深爱的他，深爱我的他，怎么会爱上别个他？笑着歌颂，一皱眉头就心动。我没空理会我，只感受你的感受。你要往哪儿走，把我灵魂也带走。他为你着了魔，留着有什么用？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你主宰，我崇拜，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手不释手，是温柔的宇宙。我这颗小星球就在你手中转动，请看见我，有梦有梦可以做。我为你发了疯，你必须降临我。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听着你最后的要求，分手后彼此要好好过。我知道你跌坐在门口，收拾着你自己的难过。因为爱情，我们都努力过，只是到最后分开对你是解脱。就让你走，不留什么，我手中的香烟也只剩一口。再没有理由
叫你再次一回头，爱像水在你手中遗漏，回到最深的海洋之中，就让你走。没说什么，只因为我知道你仍在我心中。心隐隐作痛，不想你再次看到我呢。只要你能够从此快乐，就别想我该怎么生活，怎么过。将爱情肆无忌惮的如果能重来，我的答案会不会更改？或是等待，守在你身旁，绝对不逃开，不让谁将我们冲散，不怕风看穿我的孤单，不怕雨纠缠，眼泪擦干，让回忆倒带，我将爱保管，不让我一个人承担这个失去你的遗憾。我会勇敢仰望风，能带你回来，仰望雨，能安静听完脸庞发烫，眼眶滴干，我会让你离开，留下我流浪。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力量，不爱让它忘，不让心多伤，让我坚强。如果能重来，我的答案会不会更改？我是等待，守在你身旁，绝对不逃开，不让谁将我们冲散，不怕风看穿我的孤单，不怕雨纠缠，眼泪擦干，让回忆倒带，我将爱保管，不让我一个人承担这个失去你的遗憾。我会勇敢仰望风，能带你回来，仰望雨，能安静听完脸庞发烫，眼眶抵挡，不肯让你离开，留下我流浪。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力量，不让爱逃亡，不让心躲藏，让我坚强。打呼了？不是这么长的打呼，没有，那你不觉得吵？是吵。
你现在嫌我吵了是吧？没有，是若能比双双飞呀飞，真想永远长相随。若能比双双飞呀飞，相依相伴永不悔。燃烧，燃烧，燃烧。用你的声音燃烧，燃烧我的一切，燃烧我的生命，燃烧，燃烧，燃烧，用我的诚心燃烧，燃烧你的真情，燃烧你的痴情，不再流泪，不再流泪。为何又哪敢不完寂寞的长夜？是猕猴桃吗？扒了。机智佐助入手了吗？钱又被他要回去了。真的好甜啊！这放多久了？我是专门挑的。我买的都是说好的，当然不好的。觉得昨天是直播效果，他觉得昨天是那个直播效果，他没真想给我。阳光下的泡沫
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已沙化过你所有承诺，虽然都来脆弱，爱本是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早该知道泡沫一触就破，就像已伤的心不胜折磨，也不是谁的错，谎言再多，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已沙化过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爱本是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再美的花朵，盛开过就掉落，再亮眼的星，一闪过就坠落。爱本是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为什么难过？为什么难过？为什么难过？全都是泡沫，只余下的花火，你所有承诺全部都太脆弱，而你的轮廓怪我没能看破，才如此难过。我想爱的把握，要如何再搜索，相拥着寂寞，难道就不寂寞？爱本是泡沫，怪我没能看破，才如此难过。在雨下的泡沫一触就破，当初炙热的心早已沉默。说什么你爱我，如果骗我，我宁愿你沉默。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你开心，我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20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去换一身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记住，相信爱的路，终点是指向幸福，才会一而再的选择让步，太固执而盲目，忘了停下来，心疼自己的无助。不顾你那手眼珠，终于我可以麻木，从你这个而成两个国度，挥霍多少时间，折磨多少痛苦，才会今日的领悟。忍住不哭，我要忍住不哭，望向天空，不让眼泪流出，抬头看日深处，等待那日出把故事结束，把从前一笔烧住。忍住不哭，我要忍住不哭，不能认输，因为我相信彩虹会跟着落幕，在下一个岔路陪我跳全新的舞，记着做主，帮我记着做主。记住，相信爱的路，终点是指向幸福，才会一而再的选择让步，太固执而盲目，忘了停下来，心疼自己的无助。无辜你那手眼珠，终于我可以麻木，从这里分割成两个国度，挥霍多少周日，折磨多少痛苦，才累积出的领悟。忍住不哭，我要忍住不哭，望向天空，不让眼泪流出，抬头看日深处，等待那日出把故事结束，把从前一笔烧出。忍住不哭，我要忍住不哭，不能认输，因为我相信彩虹会跟着落幕，会带来幸福，在下一个岔路陪我跳全新的舞。
一点一滴我都能感应，你是我最美的相信。跟不到双子座流星雨，散了天际，千点燃就只限你帮代替。最灿烂不一定要许多，钻石黄金看你眼睛。银白色月牙映照着脚丫，一寸寸一片片亲吻浪花，泥沙挣扎，竟是眼角刹那，或者眼泪分不清啊。爱情不止玫瑰花，还有不安的蒸发。快乐啊，无解呀，随着时间都会增加。对照的爱像刀疤，伤口给一个说法，放了才能够快乐，让心好好休息一下。握不住的沙，放下也罢。你给的说法，说走到分岔，有理有疲倦。不敢回看，做苦又攀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委婉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为难，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太低了。你干啥去了？拉屎。怎么了我？我想你依然在我房间，再多等我一遍就走。我像是情歌唱得太慎重，爱你舍不得我，没有缠绵悱恻的场面，没有对白的你爱我。如果灯光再昏暗都无用，你眼泪为谁流？黑夜说思念让人艰难，星星说月亮最寂寞。你是我一场好梦，明天一切好说。
我想你依然在我房间，赖着我一直不肯走。我想是缘分哪里出差错，情歌在唱着不松口。天边的云一望无际，俯瞰那双眺望眼睛，时间还在远行，留下谁的脚印？不过是贪恋的勇气。命中注定不能靠近，爱你的事当作秘密，怕惊扰你，从此远离无憧憬。多想能够潜入海底，温柔的气息是抚平你胸口的原因。如果世间万物能跨越，能相爱，也能成全云与海，忘了离岸多远多危险，都看不见。如果海角天涯不分开不难挨，眼泪终会厮守，别忘了他们的爱而不得。命中注定不能靠近，爱你的事当作秘密，怕惊扰你，从此远离无憧憬。多想能够潜入海底，温柔的气息是抚平你胸口的原因。如果世间万物能跨越，能相爱，也能成全云与海，忘了离岸多远多危险，都看不见。如果海角天涯不能开不能爱，眼泪终会厮守，别忘了他们的爱而不得。如果世间万物能跨越，能相爱，也能成全云与海，忘了离岸多远多危险，都看不见。如果海角天涯不分开不难挨，眼泪终会厮守，别忘了他们的爱儿不得。
最后一次是你坚定紧紧抱着我，就算雨水倾盆而落，也会舍不得。远处萤火点亮银河，银河逆流着，仿佛天地间只剩下你和我。后来不知为何你的眼睛总闪躲，昨天就像今天明天也亲密如昨，请用最无情的沉默代替应付我，不愿你胡说，也不想被俘获。留下的不能再执着，失去的不过是烟火，誓言都会随着风起起又落落，就当是途经过沙漠，或者是天灾或人祸，是否还有一颗心起起又落落在意我？后来不知为何你的眼睛总闪躲，昨天就像今天明天也亲密如昨，请用最无情的沉默代替应付我，不愿你胡说，也不想被俘获。留下的不能再执着，失去的不过是烟火，誓言都会随着风起起又落落，就当是途经过沙漠，或者是天灾或人祸，是否还有一颗心起起又落落在意我？在意我。每次想你，我都怀疑错的是我自己。呼朋劝我，可又劝我没有任何意义。一个人在家等天气，看着无声电视机，然后在吵闹的情歌中昏迷。你的背影，你的声音，你好闻的气息，让我目眩，让我头晕，让我歇斯底里。我才不会再见你，我也舍不得忘记。
我想我会在无情交情中死去。忽然间很怀念你沉默不语时有我守着你，可是我也有委屈。忽然间很害怕在巷子在天气偶然的看见你，我会哭着奔向你。每次怀疑我都怀疑错的是我自己。图图没那么红了啊，眼睛没那么红了。点什么歌了？我没看见啊。小金刚，你点啥了？啊，不是，点歌成中啊，谢谢啊。没看着啊，没看着啊。你有50岁了吗？你死一死。
50了吗？我是你这辈子达不到的一个岁数。应该差不多了吧？胡子白了很多。看你这不会说话，看你不会说话的样儿，应该你也活不了多久了。真的，这一般不会说话的，你活不了多久。我就说直播抖音平台啊，能不能卡一下这些智商？先测一下智商，然后根据智商来排那个直播间，情商、智商。先分一下类。白头发在挑什么？不知道。你看直播就跟选秀似的，一天就你这有些人吧，他就是看直播，他就感觉就自己好像是挑上了啊，他就觉得这几个就是他看见了就归他了啊，就是开始就挑这个挑那个的。咱们就说就是真的，这优越感从哪来的呢？咱不知道。你像昨天那个叫什么海哥亮亮，还什么？我觉得我跟二把刀能做朋友，跟图图做不了朋友。谁他妈跟你做朋友？扯什么呢？我俩一个都接受不了你啊！昨天也是跟那个二老把那个恐怖片看了。昨天看了一部片子叫《古宅心慌慌》，他是从来不看恐怖片，他看恐怖片他害怕。我发现哎呀，我找的对象都看不了恐怖片，一个比一个怂。对，《古宅心慌慌》老片嘛。香港的。恐怖琵琶虾都想都害怕。然后他因为他害怕，那个虾为什么煮的那么吃？因为他害怕啊，害怕了之后，然后那个他就不洗，不洗，然后他就放在那个就是那个锅里边煮了。那你说那玩意儿能好吃吗？那不腥好的。有啥恐怖片推荐？
现在我也没有觉得是就特别恐怖了。我觉得让我比较恐惧的就是红衣小女孩，你们看了吗？红衣小女孩第一部我觉得挺吓人的，第一部你自己看的时候我觉得挺吓人的，红衣小女孩可以看一看，剩下我都没有觉得特别吓人，有的就是特别恶心啊。玩过红衣小女孩密室啊？那你估计就是，我觉得红衣小女孩可以看一看。香港僵尸也觉得还好，就是现在恐怖片吧，要不就是恶心，就很恶心，然后很血腥。我觉得这种不算是恐怖片，我觉得恐怖片应该是香港的恐怖片算是恐怖片，就能看到鬼啊什么的啊，我觉得这个叫恐怖片其他的就是，特别是丧尸啊，我觉得真的就还好有一个美剧叫逃出什么镇，美剧有一个美剧叫逃出什么什么镇啊，那个其实大家可以看一看，我觉得也行。逃出绝命镇，对，那个恐怖片对，现在都不觉得恐怖了。哎呀，现在看啥都没劲。看啥我都不觉得恐怖。现在我看恐怖片的乐趣就是那个跟他看，跟那个二把刀看。那个看看解说我觉得挺好看的，我没看那个没按时按点的看，我是看解说，我觉得还行。对，现在都不怕了，一点都不怕了。我说实在，现在你就之前看的要吓死的，就比如说那个什么乡村老师，我都觉得啊，阴阳路啊什么的，我都觉得啊，这小的时候就觉得很恐怖，现在什么玩意儿？现在最恐怖的就是什么？最恐怖的就是，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有人打电话，我觉得最恐怖。半夜给我打语音，我最恐怖。我觉得这个是，对吧？你就是半夜接到那个语音是最恐怖的我之前呢，我是开酒吧的嘛，我开酒吧的时候就是，哎呀，我睡觉的时候谁要给我打个语音，我真是，哎呀，那个难受劲儿，就整个的心悸，你知道吗？对，吓得要死。我现在一听那个闹铃声，我也害怕。就那个苹果的那个闹铃声，我也巨害怕心突突。对，我也是害怕。建强的，我现在不换那个建强的，我就换那个那什么嘛，换那个沈腾的《因为爱情》。这个滤镜还行。我今天本来要去那个剪头发去呢，但是今天太冷了，今天零下，图都回北京了似的。
头像挺帅的。我买过我的半袖呢，挺好。过几天也有半袖，我们大东店卖半袖。过几天半袖和裤子，对，纯颜色，是的，就是我们那个直播穿的那个，然后做上自己的 logo。拉布拉多在父母，我就是妈妈养着，过半年之后我再带过来。之前有我微信啊，那怎么后来没有了？不说话是吧？不说话就没有了。深圳还是大夏天，所以短袖就卖广州人。昨天你给他说啥了？我啥也没说，就昨天下播以后，然后他就自己取关了。我今天才发现，我啥也没跟他说。昨天下播了，吃了外卖，然后看了个电影。今天下午的时候，我那个有人跟他说那个火花断了，然后因为他睡觉嘛，然后我用他手机那个回复别人，然后看到他那个抖音，有人说火花断了，然后我也没太在意，后来我就看到好像就我俩有火花，我也没太在意，后来我说那个别人找你续火花。然后他说那个不续了，我说为啥？他说取关了，我说为啥取关了？然后他说我把那个所有人都取关了，没看见吗？然后我才知道，就我也没看见。后来你把我删了吧？感觉有粉丝的大号就发作品就行了，没必要和朋友聊天也在抖音上。就二把刀，其实他本来没什么朋友，就我理解的二把刀，他本身他就不是一个特别健谈的一个人，所以他在这个圈子没什么朋友。其实我跟他恰恰相反，我是在这个圈子里边我是比较健谈的，但是我也没什么朋友。为什么呢？因为就像你们说的，其实我时常在筛选，或者说在就是整理自己的生活圈子，所以我就觉得有一些所谓的朋友其实就不是朋友，就没必要就是保持就是有个什么什么东西之类的，所以我就其实交朋友就交的比较少，就觉得现在好像也不需要什么朋友不朋友的。但是他呢，二把刀其实有一两个，就是有一两个什么前任呐、包括
曾经就是有好感的暧昧对象，然后就这些人吧，在他看见了，看见了他谈恋爱以后，然后就会酸酸的，你们能懂不？就是他的朋友圈里的一些人就酸酸的，然后就会表里表气的跟他说一些话，表里表气的跟他说一些话，就是造谣我，造谣我。然后这个，我一开始我不知道，我一开始不知道，后来我就看他手机里边我才知道就有一些就是，那就是张嘴就在那块造谣的那些人。然后有的不造谣，有的呢就是就像网友一样，有的他微信里有一个人就像个网友一样，就是比如说在网上看到什么了，他就会找二把刀说，哎，那个你跟那个百里吵架了，然后二把刀就说没有啊，然后他就说，哦，我看那个群里都这么说啊。然后那个二把刀就说没有啊，我俩好着呢。他说好吧，你最近那个都怎么的地，就是你最近只有你老公，然后就不跟我说话了之类的，就说这种话。就这种就可多这种了，我就说，哎呦我的妈呀！然后二把刀居然不觉得茶，你知道吧？就有的人他们已经很茶了，你知道吧？就是反正那个表达呀，就是你跟百里吵架了，听说你看这个视频截那个视频百里说什么了？你还是看一看吧。你就去北京了呀？那你要照顾好自己，凡事要多留个心眼儿，知道吧？就有这种。哎呀，我就说，这真的关你什么事儿啊？就是咱们就说，这都无聊死了，你查里查气的，关键二把刀感受不到，你知道吗？假装关心，是的。有这样的，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网友可能这样，我也觉得差不多，这个也能理解。但是你说这个，他身边的人也这样，哎呀，我就说真的是，段位也太低了。是的，有的人就是，哎呀，咱就说你把我们挑出事儿了，也轮不到你呀。哎呀，都可笑，你知道吗？就是我看这些，你知道就是他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有人传我传我说什么，这你们知道吧？就是传我一些事儿，然后就传我说什么我跟龙二闹掰了我是那个跟龙二分赃不均，然后说我的钱都是贪污剧组的钱说那个百里的钱都是拍剧，然后别人给他投资，然后他贪污剧组的钱，然后说我跟龙二之所以不演戏了，然后说是因为我跟龙二就是那个分钱没分明白。哎呦我的妈呀！我就说这个是真的是，然后一开始吧，我以为是那个就是别人传给那个传给那个二把刀的那个一个朋友，结果是这个人自己在那块说的，还说什么传的最好笑的是什么？传的是什么？我有一个朋友的前任
来拍百里的戏，跟百里也处过。然后呢，百里把他介绍给投资的金主。说就是是这么说的，说他朋友的前任啊，那个被百里安排给金主了。后来百里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各种被折磨，不开心，所以走了。我就说我是个绿帽奴是怎么着？我把我对象介绍给那个金主，然后我还那个怎么地，我还得跟着他处对象。咱们就是说真的你不要把你自己龌龊的生活放在这儿啊，这真的很恶心，你知道吗？编的这些东西，我看到了以后我就觉得我想笑啊，我就觉得我想笑啊。是以讹传讹，没有以讹传讹，宝贝儿，就你现在还没听明白吗？我一开始我也以为是以讹传讹，后来我一看没有传呢，就是这个人自己造的谣，跟那个二把刀说的，没有传，就是他自己造了个谣，跟二把刀说，哎，这个人啊，那个百里怎么样。然后人家二把刀也不信，咱们就说这纯造谣，就恶毒，你知道吗？咱们就说二把刀跟我在一起3个月了，他2月了都。我就说那个，我说二把刀魅力太大了，跟他在一起就是我成为了公敌，就开始造谣我了。可能天天刷到又谈2年了啊。我就觉得他们没有，其实吧，就这些人吧，我就早就想，就是其实你们其实了解我的个性呢，其实我是最不怕与人冲突的。现在我之所以不搞这些人，我不爆出这些人在这块搞事儿的这些人呢，一方面是二把刀就是可能就觉得，对吧？不想搞得二把刀左右为难。第二点呢，就是，他们也是没有再搞事情。他们有再搞事情的话，我直接就在网上撕他们了。我就直接爆料出谁在背后造谣，谁睁着眼睛说瞎话，谁是个戏精。我其实一直都有这个冲动，知道吧？我就特别想撕这帮人，我就把这些聊天记录我就都给大家看。反正我还有点流量，咱们就是你不是在网上造谣吗？我说事实，让大家就是我也写个 PPT，咱们也就是反正吃瓜的人这么多，爱吃瓜的这么多，咱们就看看谁在无中生有，谁在撒谎，谁在那块费尽心思的啊。
对，他觉得尴尬。我早就想撕这帮人了，你知道吧？就你说咱们又有证据，你说被造这种谣，被造这种谣真的很，就你明明你可以把这个事情说得很清楚，或者说都能搞得非常非常那个清楚明白的，我就得在这边憋着，我就不能说谁在背后搞事情啊。早就想收拾他们，一个个不知死，敢跟我整这种事儿。没吃到瓜好焦急，你就慢慢在这个直播间里你就能听到。你别着急呀，你刚说完你就进来了。是另一个不想理了，是哪一个呀？是哪一个不想理啊？你喜欢哪一个呀？那俩？给你理的那个不在啊，那个爷们儿是吧？那个理的不好。天天在这块张我眼，我咬着我不放啊！天天在这块搞事情，天天在这挑拨，我就很好奇，人家二把刀人家傻吗？人他妈的跟我在一起2、3个月，人家感受不到真实，非得让你提醒，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关键就是这都觉得可笑。你能挑，你挑呗，你继续挑，我看你能挑成啥来。这个厚德载物的观众，现在1节课都上了吗？我最近生病了，二把刀呢？二把健身去了，上屁课呀？能不能活？我现在能不能浑身是病啊？每天都去健身吗？不是。有男朋友吗？没有。有个冤家，有个仇人，有个儿子。你左边那是我儿子，我俩长得多像啊！我18岁那年要的他，我今年48，他今年24、26。不是，
我18岁那年要的他，我今年48，他30。对，我要孩子要的比较早，我就一个，那2个打死了，那2个掐死了，孩子不会问妈妈吗？不会，孩子只喜欢爸爸，是的，粘人，这孩子现在叛逆期，我说啥呢？30还叛逆，这叛逆，这小男孩真的不行，哎呀，多大了，在自己父母眼里也是个孩子，哎呀，操心，这不去健身去了吗？然后也是说，晚上可能不回来吃饭了，弄死他们，揍死他，他不回来吃饭，你在外面能吃啥呀？是不是？哎，你儿子结婚吗？是 gay，他是 gay。我其实我这一代父母，我觉得还是对，蛮理解的。对，孩子怎么样自己幸福就行。我这一代是这样啊。图图晚上好，你好，到底要干嘛？谁呀？我没有啊，啥呀？咋的了？你还买开明的事啥呀？这玩意儿是先天的。哎呀，我的 XY 轴有点问题。你的父亲理解不了，你的父亲可能跟我不一样，我是80后，78年的我是，不结婚不行，那不行，那不行。哎呀，结婚是基于孩子的这个幸福基础，对不对？哎，我怎么感觉不像你儿子？干嘛不像我儿子？那鼻子、那眼睛、那后脑勺多像我呀！他就随了根儿了，他就长得这么好看。我那大儿子长得好看的，那这是标致儿，哎呀，还健身，可壮了。哎呀，孩子就是从小就爱健身的，你说，哎呀，一代比一代强啊。
啊，我俩走出去比我，就是感觉我俩都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是不是？嗯。跟你是很像是吧？那我肯定的。你那边冷吧？我这边还行。不得流感啊，我没得，我没得，估计2把刀回来就得得。2把刀出去健身去了。这把留针儿的，对。哎呀，你们别让我自己在这块演尬演，你们问我点问题吧，问我点那个八卦什么的，问我点关于我的事儿。说你儿子是变弯吗？不会，咱们就大直男啊，不搞那个。新剧什么时候播？年底吧。咱也不知道啊，现在就是那个剪辑师突然又给我撂挑子，剪辑师现在那个什么设备坏了，叨叨知道你这样占他便宜，他揍你，他就在直播间，反了他呢。不必行不行？不必呀，这部就不必呀，这部是最后一部，不必。不必。这部对，不必。这部我觉得可能挺搞笑的。一波三折是的。好友跟我做朋友，你平时下棋不？象棋、斗地主、打麻将，你会哪个？抽嘎？你会哪个？都会呀，挺好。我都不会。哎呀，那咱俩做不了朋友了。我就烦这些呢，你说。都不会。整不了。赌博基本上都会，那我举报你。先举报有奖。问我点八卦，问我点八卦，问我八卦。快，让我找话题，问我的私生活。能说一下北京的大腕吗？我觉得你们问的问题都跟我没什么关系，你问他去啊，怎么那么好奇呢？知道也不能跟你说呀，这不没写呢吗？追过你那个大腕儿，哪个大腕儿啊？追我哪个大腕儿啊？追我的哪个大腕儿？说一说龙二把刀咋表白的？2把刀没表白。
二把刀没表白呀，二把刀就是那个啥，就是那个二把刀就是那个拍戏的时候，就是他，就是拍戏的时候突然伸舌头了，我觉得这算是一种表白，就是我们本来有一场吻戏，然后他突然伸舌头了，我挺惊讶的，这算是表白。然后剩下呢，就是从那以后呢，就黏着我，我走哪儿黏着我。之前我在剧组里边，因为我在剧组里边我特别忙，啥事都得就是我敲板，然后就那个时候还有身边就是有好多工作人员，然后二把刀也不敢，再加上我那个时候可能也是比较凶啊。当时没和你在一起，二把刀就分手了，他不怕你不跟他好，他咋办？所以他是恋爱脑，我也是恋爱脑嘛，我俩都是恋爱脑，所以我俩有点精神病。为啥我俩这么合呀？就是因为俩人都是恋爱脑，就是跟随自己的内心的，就谁说也不行，就我俩就，所以说你说我俩要有什么心机啊什么的，没有。我觉得他心里应该能摸准我也喜欢他这件事儿吧，他心里应该能摸准。主播91年的，我不是91年的，我是那个78年的。纯恋爱脑，你就像这个圈子里，我说实在的，像我们这个岁数，哪有这么冲动的呀？那都一个个比猴精，但我俩就比较冲动，冲动才成就了这个，对，其实他很叛逆的，我觉得，就是他跟我一样，就是我们其实谈恋爱了就会公布出来，而且我们谈恋爱了，其实就是很喜欢，就是让大家都知道，然后让就是大家祝福，对。这不会藏着掖着是啥玩意儿？不太会。开车那个视频是这样写的，我是个演员，我扮演一个角色，是91年的，大家觉得我长得比较年轻，所以就让我演这个角色，就我是78年的，现在灰灰去哪儿了？跟消失了一样，我不知道灰灰去哪儿了。灰灰从我这儿就是让我给算是开除了，开除了之后，然后他就好像回河南了吧？我在力量代码见过你啊，我看看你长什么样啊？没有，没有头像。力量代码你，那我觉得我也应该见过你啊，我记忆力还蛮好。你应该有1.8米以上，我是1.92米。我1.92米。还有什么八卦，赶紧来问！哎呀，快找话题，要不然我都眼睛快闭上了。你没看我眼睛都睁不开了。郭大伙还回来拍戏吗？
就是龚大虎，你们不了解龚大虎吗？龚大虎他是一个主持人，他有本职工作，他要是做的太，大家要再拍这些东西吧，我觉得可能对他本人有影响，对他工作有影响，这个大家不知道吗？这个，人家本来人就是有正经工作，主持人，我老婆那个那个就是我这孩子捡的，没结婚，昨天二把刀怎么让你消气了？没有生气啊。昨天我生气的点就是什么呢？我觉得二把刀吧，就是可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然后他在那块就是一直在那块就是琢磨我，你知道啥意思吧？琢磨我，就是他在那块摸搜搜，然后在那块抱我呀，然后在那块就压着我呀，怎么样？我就很烦，你知道吧？但其实我说够了，我就那个就消气了，跟他做什么没关系。那么帅没老婆？对，没老婆啊。快，什么八卦？快来问八卦，加油！问八卦，加油！你们打算代孕吗？没有。没有，就是具体的事情具体说吧，就是看以后吧。我觉得我起码我得有钱，我得有很多钱，我才能要孩子。因为孩子跟对象就是不一样，孩子还是要钱，就起码就是成年前，他成年之前都得那个啥嘛，很多钱就够孩子生活的，对吧？养孩子很费钱的，你不知道吗？快问我的八卦，快来问！对象也费钱啊。之前酒后夸叨叨都是心里话吗？我不知道，因为我夸他的时候我没有主观意识我不知道是不是心里话。我觉得应该是吧，因为我没有主观意识，我不知道说这个东西。谈过多少段啊？谈过的多，我谈的挺多的，但是就是都时间不长。你年轻的时候谈恋爱吗？谈。二把刀去哪儿了吧？二把刀是健身去了。可以唱2句小说吗？这个不行。不卖唱。最长多久？最长的2年多。最长的2年多。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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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后来为什么分了？对，最长的是小大夫。后来为什么分了？因为发展不同，就是俩人没有沟通。最投入的是哪一段？最投入就是最长的那段。最投入的就是最长的2年那段。我觉得所有的感情你都是需要精力，都是需要成本去维护的天天在一起会不会干仗？一个人，我告诉你，一个人是干不了仗的。就一个人不会干仗。被伤的是最深的哪一段？还好，都不算是伤的很深都不算。一个人是吵不起来的，除非就是2个人可能就是有一些想说的话，我觉得那想说的话其实也不算是吵架
反正我跟小大夫几乎没有什么吵的啊，因为年纪也大了，就是我为什么总换对象，就是我不喜欢吵架，我也不喜欢发生冲突，我就觉得不合适就换，你别教育人家，对吧？我跟对恋爱的时候谁先劈腿？恋爱的时候没劈腿。对，有觉得委屈的时候吗？没有，其实二把刀其实挺好的，就挺随心的。二把刀就是脑子不太好，但是其实他就是觉醒的时候，他会立即就是对你好。只要他知道的时候，他立即就去做。就很多事情是他不知道的。他二把刀其实不算是个反应特别快，就是特别聪明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对他感情还可以，就是起码我们在一起快3个月了，我觉得还可以。而且我觉得感情也是不能看他，我觉得感情是谈出来的，是跟你相处它是一个状态，跟别人相处又是另外一个状态。你什么样，你就能遇到什么样的对象。好马配好鞍嘛，对不对？你这个得，其实，反正我觉得我的对象们都挺好的。二把刀就是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就有的聊，然后方向可能比较统一，然后可以沟通，就这挺好的。我俩就是在一起快3个月了，还是每天话特别多。我俩每天都是就是说好多好多话。能懂这种感觉吗？就是我上一段感情虽然说在一起很久，但是每天不说话，不沟通。二把刀情商很高，高吗？高吗？二把刀好爱你，我也好爱他。爱是相互，我觉得如果说他感受不到我爱他的话，他也不会爱我。如果二把刀在你眼里是情商高的，说明你情商不高。你对二把刀的规划是啥呀？我对他没规划，我就希望我自己赚钱，然后就是身边就他就在身边就好，我对他没有期待。我对对象都没有什么期待，我觉得你要求对象有成就，我觉得还不如要求自己。之前谈了那个捞女是啥时候发现她认钱的？之前谈那个捞女是啥时候？她总要钱啊，她总要钱，你再加上我本身我就是老油条，你这一看就看出，不是贾樟柯和赵涛吗？所以我得先发展我嘛。没有贾樟柯哪有赵涛啊？你得先把自己变成贾樟柯，然后再把他变成赵涛，这个能明白不？相互顺序。你是不是玩过一款游戏叫狒狒没玩过？没有玩过。快，还想问什么？来，把这个直播做起来。就不要让我自己在这块自言自语，你们想问什么可以问。眼睛都睁不开了吗？和叨叨和好吗？我俩何来的嫌隙啊？
我俩一直都很好啊。就我觉得我跟阿尔当没有真正生过气啊。谢谢关注，谢谢那个5424关注。来，有什么八卦的问题想问我？没有了，问点犀利的，也问不到点儿上。不回深圳酒吧了吗？啥意思？开酒吧只是我的一个经历，我其实我做很多事情，我都知道它是个经历，我不会，就比如说做生意啊，买车买房啊，包括有一些上学呀，我觉得这只是经历，这不是结果啊。就比如说我来北京上这个学校，其实我就觉得这个学校其实我在上的时候我就知道它只是一个经历。它是一个什么经历呢？因为我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我是就是校园生活体验其实特别少。我觉得这从某种意义上就是老天给我安排了一个机会，让我把这部分补充了啊，让这块就填补这个空白。至于说你这个学校能学到什么，我其实我就这么告诉你们，就是导演也好。演员也好，唱歌也好，这些东西在学校能学到的都是皮毛。那你怎么去提升自己的经验？就是实战，其实就是实战。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有的人就想着说在学校能学到什么东西，你太天真了，没有在学校能学到东西的。能学到皮毛。你比如说你剪辑师，你比如说你那个平面设计师，他在学校就学个入门，到时候就是在就是那个工作单位去做啊。那谁的剧情删了是因为说叨叨坏话吗？他不是说叨叨坏话，他是说我，就是他是不想让我和叨叨在一起，然后说了叨叨的坏话啊。他不想让我和叨叨在一起，然后说了叨叨坏话，然后也跟那个他的一些朋友说了我坏话，所以就是他就两边挑，懂吧？那谁懂吧？他两边挑，是的，所以他两边挑，他不希望就是，你知道他一方面喜欢叨叨，另外一方面他又怕那个，他觉得叨叨认真了，然后怕他真的跟我在一起，所以他就两边挑。那谁长得看不出来两边挑啊？那玩意儿跟长得有什么关系呢？你长得像那个亿万富翁是什么呢？马云像亿万富翁吗？还跟长得有什么关系？你这脑子不好，你感觉？你这么抢手，不是我抢手，你怎么没听明白呢？那你就自己理解吧。可以做灵魂伴侣吗？现在其实就算是灵魂伴侣。叨叨不喜欢那谁，那什么早就在一起了。哎呀，这事儿就是复杂了去了，就是现在我说实在的就没有办法跟大家就是说明明白白的，就是你别惹我，要惹我的话，这些东西我全就是弄出来啊。贴的宝，这贴的那个叫草本染这是贴的，就很复杂这里的事儿，你知道吧？
我要真把这些真相说出来的话，大家可能就就觉得哎呀，我不想说。我告诉你，就从什么面相上，什么看什么两边挑不挑，哎呦我的天，你这看面相，你是算卦的呀？啊、还以为你在开我是那什么，我是从那个去年8月份不开的，去年8月份24年8月份不开的，因为我24年8月份正好那个合同到期了，然后再加上我也想来上学嘛，大家知道我一直都想来北京上这个电影学院嘛，千万不要看什么面相、长相、面相。我告诉你，就是你们真的不知道这个圈子里长得好看的，然后那种肌肉练得特别好的，然后就是粉丝巨多的那帮人都什么东西啊？剧的主角感觉经常见的，但很少青龙啊，没有哦，没什很少提起大虎。很少提起大虎的原因，其实大家可以在网上找一找我之前说过，但是我现在反复说不太好。然后第二点不提起他呢，因为我觉得他的职业其实不允许我们提他。第三点呢，就是别人在他的评论区里边提及他演过这个剧，他是否认的，所以我就觉得不要总是提人家。能明白不？不说还真没看出挺老实的。那都老实个屁，老实不要相信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就是现在其实我不太喜欢正面角色，我也不太喜欢那种什么暖男人设，我都觉得很假。就但凡一个人在抖音上对谁都好，他想干什么？图图对名媛应该比较了解，那我身边都是名媛，都是那些哎呀又扭扭捏捏，然后又立牌坊的人。所以你看我圈子里朋友其实比较少，几乎不太接触那些长得好看的、身材棒的那种，因为有些人可能你们拿他当香饽饽，但是其实我们私底下其实就知道他啥德行，跟他在一起玩吧，其实也对自己也不太好，能明白不？我们这很有点挑了，就挑朋友选择的那种。还想问什么话题？为什么有的人长得那么好看，然后也想来演我的戏，我从来不找他演呢？觉得不是一路人。这个圈子，你看大家看，经常看面相、看长相，那你们为什么有那么多明星会塌房啊？那你们就说吴秀波的长相，他有攻击性吗？你就说那个跟宋慧乔那个在一起的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男明星，他有宋什么？跟宋慧乔结婚的那个叫挺火的那个男明星宋仲基，他有攻击性吗？你看那个这是长相，你能看出啥来呀？那如果说是从面相来看的话，那宋慧乔更那啥，你能分得清谁好谁坏呢？对不对？你觉得吴秀波挺好，那他也不塌了吗？你觉得那个靳东好，他也不塌了吗？你看长相，你能看个屁呀！你看长相，你觉得谁是你的菜，你就觉得谁好，你依赖什么长相呢？啥用都没有，你长相有屁用？
知人知面不知心，反正我接触多了，特别是娱乐圈的一些事儿，二把刀表里如一，二把刀是没脑子，二把刀是典型的没脑子，他不是说表里如一，他是没脑子，他是一个对很多事情他有很初级的一些理解，就比如说啊，我最近跟二把刀就说一些东西，我经常会跟他说一些就是我对事情的一些理解，但是呢，他一般都是站在跟我的对立面。我说你为什么站在我的对立面呢？他说因为我能理解，我能站在他们的角度去，就是我能共情他们。然后我就说你共情他们干嘛呀？如果说这个人是个罪犯的话，你要共情他吗？如果说他是一个这个人品败坏的人，你要共情他？你为什么要共情一个不好的人呢？你有这个时间，你这完全没有必要共情别人嘛，对吧？你也要了解他这个犯罪动机，是吧？你要了解他为什么就是做这么差劲的事儿，你了解什么呀？你没必要，你了解那些人干嘛呀？所以他有的时候他的反应其实就是会，他的精神世界其实是会有一点点奇怪的，挺聪明的，他其实不聪明。他要聪明的话，他不会分完手然后立即跟我在一起。他要聪明的话，他不会立即跟我在一起，不会公布出来，对吧？是不是这么道理？他要聪明的话，他不会搞出这么多，就是影响我俩的事儿啊。人我俩在一起这个事儿，哎呀，还有什么八卦赶紧来问，咱们聊点别的呀，别聊二把刀了。聊点别的，对啊，聊点去哪儿啊？健身去了。以后常待在北京啊，常待在北京呗。对，我常待在北京。不一定，不一定。我现在就是等那个是那个什么那个，你们生活和谐吗？如果打分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在我这边给他打分的话，应该是在70多分啊。介意对方不删前任联分，我其实介意，但是我又不能介意，因为我觉得这个年纪你介意这些干嘛呀？你就好比就是说，有些你比如说二把刀有一些事儿吧，就是他也想处理的干干净净，但是现在处理不了，就有一些事儿还没解决呢。你就比如说我就是这个年纪谈恋爱，真不是简简单单分手就能分的，你知道吧？他扣分的点是什么？没有什么扣分点，就我觉得他没有情趣吧。他因为他我觉得他已经很好了，因为他之前是一嘛，他之前一直都是一，他也没变换过角色，所以也就是他现在能做到这个程度已经很好啊。
打算怎么安排叨叨和妈妈姐姐相处？为什么要跟他们相处啊？叨叨这个叨叨，我俩如果说就是换城市的话，也应该会，自己住，不会跟他们住。还是自己住方便啊，特别是我俩有自己的空间。为什么要一起住？神经病啊！你刚换过角色了？我之前还可以，现在不可以，就完完全全不可以，就觉得好奇怪，就不行，我其实我也就找不到那个状态，就不行嘛。我不是说我在这块就你不在这个状态里，你不是这个心理啊，或许是因为就是可能骨子里可能就是太就没有可以信任或者依靠的一些点，你没有这些点的话，其实你就不太会做那个角色。我觉得做零的角色其实都是会比较愿意信任别人，或者说有那个人可能给自己有依靠感啊，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啊，要不就是本来他其实就是喜欢这个角色，反正我见过的零，就是他们骨子里其实就是零，就骨子里其实就想找个男人。我说的很直白一点，就我之前合作过的一个演员，他是零，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他以后的规划，他的规划其实就是想找个男人，然后就是同居过小日子。那你就会觉得说，你跟一不一样，一不会有这种想法。我觉得一是找一个对象，然后一起去奋斗啊，一起去做事啊，然后一起就发财呀、致富啊，但零的心里其实就是想找个人依靠吧，不一样。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来，继续问问题来，想问什么就问，犀利一点啊！你就别总提二把刀的，咱们提提别的，5把刀、6把刀、7把刀，新剧剪完了吗？没剪完，我们就是交给外边的剪辑师剪的，结果外边的剪辑师剪的第一个版特别差。也不是特别差，就是第一个版，因为他身体不出问题了嘛，然后他把这个就交给他徒弟剪了，结果他徒弟剪的非常差，然后紧接着第二个版刚一剪的时候，然后电脑突然坏了，电脑突然坏了，然后就现在在修电脑呢，这一天我就真的是烦。你和叨叨能成家吗？啥叫成家呀？能不能出个导演版？啥叫导演版？你打呼噜吗？我打，我也打，我带呼吸机。这你们说的东西，导剪版，我花了钱了，完了我自己剪，那我花钱干嘛呢？你告诉我一下。而且这短片的素材太大了，你自己剪都累死。当时拍剧的动机是什么？动因是什么？就是那个当时想做个 MV，我想做个 MV，然后结果
就是那什么，我这长话短说，就是我那个时候是在音乐学院读那个音乐制作，在北京现代音乐学院读音乐制作，然后我就就那段时间也是觉得学不着啥东西，我说那别浪费这个机会啊，我说那我就拍个 MV 嘛，结果那个时候其实就有一点点就是暴露出自己是 gay 了，然后就不太好意思找同班的女同学去拍了，然后那我就怎么办呢？那我就只找那个 gay 拍吧，哇，当时还挺就不知道结果是什么，然后就找 gay 拍，然后结果就找到龚大虎，然后我们就拍了，就这么的呀，就是他们给我介绍的，就是龚大虎。然后我们就拍了第一部，就这么开始了。后来继续往下拍的主要原因就是后边有人投钱，就因为我们拍了前两集之后，不就火了吗？火了，然后就有钱人就是找我们，就是说，哎，那个你要不要继续做下去？然后我给你出钱，完成你的这一方面的这个才华之类的。我就说那行呗。后来就给我们追加了10几万，好像是差不多10几万。对，还想问什么？问呢？快问！快问！毕业大戏啥时候准备？我不想准备了，没什么用。为什么我不想准备了？因为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流程嘛，就是我给大家就是为什么我不想拍了，因为其实我后来了解，就是其实毕业大戏这个东西吧，是我们大概就是我们一届进修导演大概是80个学生，然后每个人其实都要拍嘛，但是其实到最后能拍的也就40多个，因为有的没钱，有的没时间，有的可能就觉得说，哎呀，没有什么想法，有的可能就是拍了，但是时间截止日期不够。所以就是有的就是导员就觉得说你拍的东西不行，反正就最后只能有40个作品出来，80到40就是砍掉了一半，然后这40个要选出10个来参赛，这个是谁来选呢？这10个是谁来选？是导师选。那导师为什么选你这10个呢？为什么就是你在这40个人你在这40个人当中，为什么选你呢？而且最终拿奖的只有3个，好像是还是6个呀，我忘了他只能选出10个。那这个时候你怎么脱颖而出？你告诉我，你告诉我，就算是你觉得你拍的很好，不满足导员导师的想法，你拍了就等于白拍，因为我们拍一个毕业设计好几十万呢，好几十万，你砸钱也砸不准。我就说实在话，你砸钱也砸不准。我就觉得其实就不想拍了。我觉得我有这几十万的话，我干嘛？因为其实我跟大家说实在话，我最近我就对这个电影行业，就毕业大戏自己出钱。你说这咱们就是有直播间的孩子们，就是你问这个问题，我都不想回答。哎，学校给出经费，40个片子，一个片子花20万，40个片子花多少万啊？学校给你出这个钱？
这可能让你追星追到底，追星追到底。袁成还是哪个角色呢？我觉得让我特别着迷的，我觉得是龙二那个角色吧。如果说按照我的喜好来讲的话，如果按照我的喜好来讲的话，我不是说我从来我看的都是角色，我看的不是长相。就是如果说这所有我的那个就是戏里边的这些角色里边，让我挑的话，我一定会挑龙二那个角色，多金浪子回头，然后又为你做零，然后俩人他妈就是年纪也就是有共同话题，然后他又比你大一些，他又情商又高，然后他实心塌地的跟着你，肯定是龙二这个角色呀。你就比如说，就像袁成这个角色，袁成这个角色我为什么不会选呢？我给大家说一句非常真实的话，因为袁成他没有经历过事儿。一个你选对象，你还是要找经历过事儿的人。你表面上你俩就是没出事儿的时候，你俩一帆风顺，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对吧？你驷马难追，就你整这些东西你没啥用。但凡有一天你俩出了矛盾了，袁成这个角色他不会为你做任何妥协，你其他的角色都摊不起大摊来，他们没有承受能力，他们没有眼界，他们人生他们是非常非常浅的。你们找对象其实要找一个经历多一点的，跟他们在一起没啥用。你找一个就是比你强大的人，然后不是说他经济有多强大，是他见过这个世界，你跟他在一起。为什么袁成不会妥协？啥呀？你说啥呀？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最后是不是有新男朋友还见前任？新男朋友见前任，我觉得没问题，我觉得这都没问题。但是你看，就是所有的角色里边，其实真正能够坚定这段感情的，其实就是龙二这个角色。其他的你们为什么觉得好呢？因为没有发生事儿呢。能明白不？就所有的角色，你们之所以觉得店长好，你们觉得那个袁成好，是因为他们都没有经历过什么糟心的事儿。但是这里的角色经过糟心的事儿还能够跟你在一起的，就是龙二这个角色。能明白不？哎呀，天天打电话说店长好，店长好。那店长你跟他过了吗？你跟他过了以后就发现他不好了。你都没跟他过，你怎么知道他好呢？咱们就换一句话来讲的话，如果说这个周明磊跟店长在一起了，店长一个月能赚几千呢？是不是得考虑现实问题呀？你就说，如果说你跟那个店长在一起，店长一个月那个年代，他一个月也就赚2000块钱他赚2000块钱，他有啥好的呀？他见过世界吗？他处理过事情吗？他有人际关系吗？对吧？一定是龙二这个角色是好的龙二这个角色你该经历的都经历了，你经历过出轨，你经历过生意失败，你经历过就是那个争吵，你经历过他甚至为了这个周明磊这个角色就是从就是把这个爱就锁在心里了，然后他现在又重新的那个重振旗鼓，他是经历过风霜的人，所以就是你们别怎么样的，现实中龙二有这么好吗？他跟他的角色其实是两个角色，就是两个方向，能明白不？就是龙二，我为什么一直都觉得龙二演技好呢？因为龙二演的这个角色其实跟他本人几乎是没什么关系
啊，他能演得这么好啊。我为什么觉得我演技也好呢？因为我跟周明磊也没关系，就是我们其实都在演角色啊，就是我们能把这个角色就是演出来，能明白不？啊，所以你说那个龙二有这么好吗？这不是好不好了，他就是演一个角色，他跟这个角色其实生活中他跟这个角色一点儿都不搭，都是假的。对，我们生活当中，我生活当中是个大男子主义，然后偏 S 的一个 E，我周明磊是一个哭哭啼啼没事回娘家的0啊，那能一样吗？它不一样。妈，我回家了，我7天晚上飞回东北，再也不回来。你知道吗？就这种，我都觉得我演这种，我都觉得，哎呀妈呀，这，我真的我不太喜欢这种，你知道吗？谁能演？就是现实当中，我要这样的话，我都烦自己。我在现实当中是几乎不哭的一个人，很少能让我哭。还有什么问题啊？你能接受对象是这样吗？能接受啊。对象哭哭啼啼，我觉得 OK 啊。我觉得对象如果说是软弱的，就是柔软的人，我觉得都可以啊。我其实对对象一直都没有什么要求，但我觉得对象起码就是要跟自己一条心，然后情商要高一点，跟自己能聊得进去天儿的啊。就比如说你像那个刚才那个 Allen 问的那个问题啊，那个毕业大戏学校出钱不？你这种我就觉得就聊不进去嘛，所以而且就是其实我会觉得说，哎呀，现在电影都没人看。你知道我上了学以后啊，我就跟大家说一下，我上了北电以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北京电影学院这帮学生啊，都有点儿，哎呀，就有点儿，我觉得他们拍不出来好电影。就我现在我就觉得我们这一届同学拍不出什么好电影，起码我的理解就是他们就是一点儿不接地气，因为我跟他们上过课，然后听他们就是表达过自己的一些剧本呐、或者说一些构想啊之类的，他们想拍的是那种离奇的，然后是那种小众的，那种，就比如说，哎，我一下我去了珠穆朗玛峰，突然雪崩了，他们想拍的是这种题材，想走的是大场面，然后想展现人性，但是我跟大家就是说一下，喜马拉雅，然后就是那个雪崩了，然后俩人就是那个生离死别，我说这几个关键点，你们想看吗？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然后那个珠穆朗玛，然后那个雪崩了，就这种关键词，你们想看吗？反正我不想看，我觉得特别无聊。你想表现什么大场面啊，什么人性啊，哎，我就觉得我不喜欢啊，对，或者呢，就是你知道还有那种。还有那种就是对啊，烂大街就是他们就是想拍这种，或者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哎，我去那个潜泳了，然后我潜泳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意外，然后意外的时候我突然唤醒了，就是我其实有一个女朋友，我女朋友发生意外了，然后就所有全想起来了啊，原来我曾经有个女朋友，然后我就失忆了。我就封存了那方记忆，然后我逐渐的就靠另外一个人走出来了。
啊，你知道吧？哎，他们就喜欢拍这种，所以我就觉得电影，我对电影没什么兴趣啊，我就对电影一点儿兴趣都没有。我就觉得电影学院学到的东西就是电影。我现在其实想做的是短剧啊，哪怕我拍的烂剧，我都不喜欢那种拔高的那种，你知道吧？就是我会觉得说，你让我去拍那个短剧，你比如说你让我去拍那个什么什么，你这身衣服不会是偷的吧？你怎么能跟我们这个大家族大家长这么说话呢？你知道他是谁吗？我不管他是谁，今天我就要杀杀他的威风！住手！然后就那种啊，就是有这种，我都愿意看这种，我都不愿意看那种就雪山崩了那种，因为我觉得他起码是搞笑的，起码是吸引我的，我就觉得那种就是拔高，就是凸显自己就是很牛逼，然后你也不知道哪儿牛逼，哎，就是那种我非常不喜欢啊，所以我现在我一点都不想拍电影了，我就想拍电视剧，而且就是大家也不愿意看电影了。你们其实有有机会，你们可以了解一下现在电影市场就是不好啊，就是不好。所以你让我拍毕业大戏，我也拍不了啊。我就觉得说我几十万，我们毕业大戏至少几十万。你们真的以为电影学院就是你上去了以后啊，你觉得就是怎么地啊？不是，对，我就这么说，我们现在就是排了一个话剧，然后每天我告诉你，我上这个学每天就是班费啊，要给这个老师送花，给那个老师送花，然后就是那个话剧，哎，要买这个道具，要买那个道具，都是我们学生自己出钱。然后更何况就是你要拍那个毕业大戏，那个毕业大戏，我就说实在的，首先题材不给你，题材不限制啊，想法不限制，然后人家也不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就是你拍完了以后拿到那个导员那块儿，拿到那个导师那儿去，让导师给你参谋。如果能改的话就改，改不了的话你就咱们慢慢琢磨吧。反正就是到了一年的毕业的时候，然后就要选，你就花这将近20万的东西，你不知道你能不能被选上。你选上了之后，可能会被申奥导演或者说丁晟导演，因为这个都是我们电影学院就是比较年轻的导演，他们也跟电影学院就是关系比较好嘛，他们可能会作为这些。就是评委，他们可能会看到这个剧本，然后最好的结果是什么？花了20多万，然后被这些导演就是看到了，看到了以后，导演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剧本非常好，然后呢，我也想拍这个吧，因为这是剧本是你的，我给你版权。哎，我花钱买下来这个剧本，然后这些导演就把它拍出来，这是最好的结果。其他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哎，导演看了啊，还行啊，不错，选上了，学校给颁一个奖，但这个奖其实你说有什么用呢？没什么用。剩下呢就是你拍了20万，就是普遍的结果就是你花了20万。然后你拍了一个影片，然后人觉得你不行，你也不知道哪儿不行，反正你花了20万，最终你自尊心也被打击了，你20万也没了，懂不？这个其实就是，哎呀，这个其实就是常态。我就不想我花20万做这个东西。我现在如果说我要有闲钱的话，我做个综艺。啊，或者说我拍个自己想做的那个东西，我就不想就是做个毕业设计啊。你上学干嘛呢？有些事儿你不做，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真实的一个状态是什么，能明白不？就比如说我想去
我想去这个，就我想去那个广西啊，我想去广西。你去了广西以后，你会觉得，哎，广西也没啥。那你想去泰国，你会发现泰国跟广西差不多，但是你不去，你永远不知道，能明白不？因为本身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已经拍过很多剧了啊，拍过很多剧了。其实学校能学到的，可能就是我们这个阶段，甚至还不如我们呢。因为你想想，就是你学校你们都上过大学，你们就是学那些什么营销啊，学什么平面设计啊，学什么酒店管理啊，你们在学校能学到什么？我很好奇，你们能学到什么？你们最终就能拿个大专证、本科证。其实我们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我现在对这个北京电影学院这个事儿也是这么看的。其实真的能学到什么，学不到什么，因为那个课呀，我们其实上过了，非常的浅，非常非常的初级。嗯，就就，所以我们最终其实能获得的是什么啊？你在北电有一个进修证，回家吃吧，你回家来吧，回家来吧。出去贵呀、出去，嗯，最终到叫了吗？叫了，嗯，你为什么看着那么憔悴？因为我睡眠不好，我睡眠特别差，差不多，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北电其实你可以上啊，可以上，其实在学校里吧，你也可以结交人脉，嗯，都可以，我觉得这都没问题。就是你可以在学校学到知识，你也可能结交就是同行业的人，甚至牛逼的人物，你都可以做到。但是这些东西你得去，看自己能获取的那些东西对自己有没有帮助。比如说你本身你就是一个，嗯，本身就是一个就是还不错的一个导演，你到那儿学，其实你唯一的获取就是结交人脉，嗯，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不错的导演，其实他的人脉应该也不错，所以你说北电这个进修其实有帮助吗？有，我觉得是越没基础的人越好。把心态放得越平的人其实越好所以这个东西大家还是可以学。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就是我从我们的那个老师教授嘴里听到的，就是在北电学本科导演的没什么用，学到就是上到研究生的课程也没有我们的深。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课程是非常非常浅的，所以你就说这个，其实最终如果说你学导演的没有基础的孩子学导演，在北电学完了之后，一定是要进组，一定要是跟着拍走项目，拍，你拍几个项目，你这才能成长，能明白不？就是你去学导演、学剪辑、学摄影，其实你必须得在这个团队里去，对，团队里去学。你在学校里你学不到什么东西，都是理论就比如说你知道我们就是课里边会有一些就是什么摄影课我们的课里有一个叫摄影课，
这个摄影课，我真的说句实在话，这个摄影课我们是摸不到机器，能明白不？摄影课我摸不到机器，对。对，都得实践，实践。但你说要不要上这个学呢？要，怎么的都是收获，它比昨天进步一点就是收获，你鼓不鼓励大家上？鼓励，你有钱你来上没问题，就大家没做过的事情都觉得说，哎，做了以后就也会有很强很高的成就之类的，没什么用，我们学费啊，我们学费1年12万。如果有一天，就是我告诉你，就有一些我直播间里有一些就10几岁的孩子，如果有一天你们想学艺术的时候，身边的人跟你说艺术真的烧钱呢，我之前其实我听不下去，我觉得我说能多烧钱，我现在看真的是学艺术真的烧钱，我之前我真的不觉得，还有我就说，哎，学艺术烧啥钱呢？有啥烧的呀？现在咱说实在的，12万，我们1节课200多，但是就是确实，能收获一些，还是就是实践，就是实践。你任何时候你都要实践。学校能学的是理论，学校能培养你的理论知识，包括怎么样呢？当艺术老师当艺术老师算，艺术老师能赚几个钱啊？我们其实上这个学其实就是人生的一个体验，一个过程。不放平常心，我觉得就好，不要太在意结果之类的，还是不太好。我不是说后悔怎么样的，我是会觉得说，有钱也学一学，没钱就对，别把你没经历过的事儿就神化了这就包括你喜欢的男神，你可能哎呀那个男神就是闪闪，也不能闪闪发光，那个男神就是哎呀神采奕奕，哎呀你看的都馋的不行了，等你见到真人你会发现他有狐臭，他那个衣服上有那个脏东西，哎呀他香水喷的那啥，他走路的时候好母因为他照片他视频里他肯定会怎么 man 怎么来，但是你见到真人你就会发现，哎呦我的天，就不要把那些东西过度神化。就是你现在我其实我说实在，我现在看2把刀，我就觉得说我很满意，为什么呢？有很多人都拿2把刀当男神，2把刀在我这里。它是如此真实，如此粘人，我觉得这我已经很开心了好了，想问什么问题？抓紧时间，2把刀没回来，咱们抓紧时间问8卦。
二把刀是一束光，照得我心发慌。是否接受一个人的势均力敌，甚至超过你的人做伴侣？我其实是能否接受一个经济上、事业上能跟你势均力敌，甚至超过你的人做伴侣？我其实是想的，但是我的性格其实我觉得挺难的啊。就是我曾经其实有很多优秀的人，这个优秀的人其实你们可以理解为就是资产和个人能力非常突出的一个人。当然我说的优秀跟你们说的优秀不一样，你们说的优秀可能是身材特别好、长得特别好的一个人，我说的都是资产非常牛逼，然后情商、什么智商都非常高的，然后学历非常高的。我认为的牛逼是这样啊，这个可能有这样的人跟我就是后来就是完全不行，骨子里其实就奇怪，还奇怪。我曾经想过妥协，我就说，哎，那个人家那个收入高一点，然后有的时候让你受点委屈，你就受点委屈吧。但不行，我觉得反而是因为他收入高了，你一点委屈你都不想受，因为你会觉得你这个时候，你受委屈的话，别人会说你傍大款。对，自尊心，对，自尊心特别的明显，你就是非常的难受就是如果说他是个没钱的人，你因为爱情你受点委屈，我觉得这个 OK。但如果说他有钱，然后对你吼了一声，你会觉得说我要再吃这个委屈的话，别人不知道怎么看我，我为了钱连尊严都不要了。哎，那个时候你的那个自尊心就爆发了，你一下你就走了你就走了。小大夫这个歌上了吗？上了，早就上了早就上了。QQ 音乐、网易云，你当时说喜欢小薇可以展开说什么？没有展开说说，你让我说什么呀？QQ 音乐、网易云、酷狗都可以听。展开说什么呀，艾伦斯？抖音有，对，抖音有。什么橘子是叫橘子吧？汽水音乐汽水音乐也有。当时说喜欢小薇，可以展开说什么？我其实我到现在我都会觉得说小薇是一个特别努力的人。小薇是一个努力的人，但是小薇我会觉得小薇的就选择很多的时候，她就是就小薇的选择可能太平就是她更适合做一个执行者，她没有太多的领导头脑，就是她因为她的眼界呀，包括很多东西，她会就是失去一些东西，对，她不是一个能扛大旗的人他是一个很好的执行者所以当时确实是喜欢小薇这一点，但是我跟小薇连暧昧期都没有，后来就直接也没有后续还想问什么问题？来，还有问什么问题可以问？都对象回来了都不能问了都听明白了
我告诉你，现在不问，以后就是我就不回答了啊。你考多少分跟我没关系啊。想问的赶紧问啊！一叫问问题都低着头，我一说的时候，下面一直在说，我不说都不说了。问，还有什么不知道的？还想问什么来？现在和10年前现在有什么不一样？10年前我25岁，那当然不一样了。10年前我刚开始做自媒体，那能一样？10年前我还特别内向，肯定不一样，这态度不一样，简直就是两个人。还想问什么来？如何开始改变的？如何开始改变的？我没有刻意改变，我觉得都是生活把我推向这个。就比如说我的个性的那种尖锐的点，就是比如说我骂网友这个事儿，就是我骂粉丝这个事儿，不是骂粉丝，就骂网友这个事儿。为什么我会骂网友呢？因为我曾经被网友黑过，然后也会被网友攻击。我一开始我会觉得说，就是很内向，我不知道，我就别人骂我，我可能就是下播了。我之前是骂我就下播了，然后我就一晚上心情都不好，然后就不敢直播了，你知道吧？时间往后一点一点的推移的时候，你会发现，让你坚持下来的其实不是所谓的意志。啥意志啊？是因为你得赚钱。我能这么坚持下来，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它赚钱。我拍剧赚不赚钱？赚。怎么赚？跟大家想象不一样。你有名气了，你的直播能赚钱。你直播有人气了，你可以卖东西赚钱，你可以带货。有的人知道你是拍剧的，可能会给你投资。投资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你就是把一些东西节省下来，那就是你的钱。就是网上传说什么我是什么用那个投资人的钱，然后那个贪污了。他妈的贪污什么呀？你懂个屁呀！为什么就是一部剧我现在一部剧的成本大概就是50万70万左右，但是呢，这个是正常的成本。那我的编剧、我演员、导演、音乐制作、插曲、服装师、化妆师、统筹，这些都需要工作人员。综合来讲的话，都是我一个人做的话，这钱我自己省下了，跟什么贪污什么不贪污。而且我的投资人，我的那个赞助人都是免费赞助，人家不要求什么你要给我明细呀，你要给我报账啊，怎么样的？人就是拿出钱，跟什么贪污有什么关系？在那纯属造谣，我他妈的，我真是想撕烂你的臭嘴！造谣都不会造我剧里边所有的投资的人，就是50万100万就给我，然后就让我拍，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不了解有钱人的生活，是因为你不是有钱人，你别去揣测
对，不是商业性的。对，哎，这个总结的很好啊，总结的很好，不是商业性的。对，哪里可以看到啊？在 B 站和油管造谣。还有什么问题啊？来，还有什么问题啊？还有什么问题啊？啊？还想听点什么八卦呀？了解什么内幕啊？哪一段情感呢？B 站透明是的，B 站透明是的。没有了，没有，我下播了，没有聊天了，我下播了啊。没有了是吗？是没有了，没了是吧？好了 ，class is over. Goodbye, student. 好了，起立。Class is over. 老师再见。我老婆怎么还不回来啊？老婆，老婆，你在干什么？我老婆回来的是，只是20分钟之前说回来，现在还没到家，刚出门，这么长时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那我唱歌。啊啊！人跑完了，你也滚吧。我直播间你滚出去。能够认出你，我要找到你，喊出你的名字。
打开幸福的盒子，让我找到你，就从那一刻起，一开始一路走一辈子。有些人还都忘了心，结果落得一败涂地。你是人情。亲爱的，你躲在哪里发呆？有什么心情还无法释怀？我们总把人生想得太坏，像旁人不需让。走了20个人，唱的难听有问题吗？你管我呢？我直播间你管什么呀？你是啥呀你怎么这么欠儿登似的呢？我承不承认我难不难听关你什么事儿？你哪位呀？你是什么出身？什么背景啊你？啊？哪嘎的呢你？是个耙吧你在那儿？管好你自己家事得了。飘落的雪，寒冷刺骨，叹一口气，模糊了前路。月光知道你所有的企图，我将如何面对写一页书？漫天的雪经过亘古，谁能逃脱岁月的凌辱？落花掩盖了我所有的愤怒，我将如何面对那么多维度？然后我就笑着哭，默默在心里筑一个湖，接受所有悲喜的礼物，连遗憾也不敢辜负。然后我也不认输，慢慢拒绝这苍生的苦，走过寒冬，像依旧如故，等春色再晕染归途。漫天的雪经过亘古，
谁能逃脱岁月的凌辱？烟花掩盖了我所有的愤怒，我将如何面对那么多维度？然后我就笑着哭，默默在心里筑一个湖，接受所有悲情的礼物，连遗憾也不敢辜负。然后我也不认输，慢慢拒绝这苍生的苦，走过寒冬，像依旧如故，等春色再晕染归途。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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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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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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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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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直做主。给我买一个鸡翅做主。你咋又来了？美丽美丽的，不想唱美丽，美丽可累了，美丽。爱一个人有多苦，只有自己最清楚。付出的全部，几次的做主，原来只是一个错误。年少无知太仓促，和你走上不归路，昨夜梦难了，今夜难有梦，你和我都是在演出。我也不想装糊涂，却又不得不认输，错过的做主，还有谁能够满足？我也只好装糊涂，假装自己很幸福，写作的做主，眼泪再也留不住。想要几次的做主，只
只有自己最清楚。几尺的做主，几尺的做主，原来只是个做主。年少无知太仓促，和你走上不归路。几尺的做主，几尺的做主，我和你都是做主。我也不想装糊涂，却又不得不认输。错过的做主，还有谁能够满足？我也只好装糊涂，假装自己很幸福。错过的做主，眼泪再也留不住。我也不想装糊涂，却又不得不认输。几尺的做主，还有谁能够满足？我也只好装糊涂，假装自己很幸福。错过的做主，眼泪再也流不出。站在属于我的角落，假装自己只是个过客。我的心在人群中闪躲，不懂我们之间这份真情犯了什么错。若你不是你，而我不是我，那有多快乐？不管与你的路有多苦，我只想要拥有几尺的做主。再多的伤害我都不在乎，愿你我挣脱一切的束缚。不管与你的路有多苦，擦干眼泪告诉自己不准哭。我不怕谁说这是个错误，只要你我坚持永不认输。剪这么长吗？长？还长吗？长。那下次再剪短点。今天练哪儿了？腿肩。又练腿了？完了，你感冒？我听到你有点感冒，嗓子哑了，感觉你。
你播吧，我喝个粉去。我想吃饭了，8点了。你也饿了？爸吃的啥呀？啊？爸下午没吃饭呢。下午没吃饭，不是吃了那个沙拉吗？哦，沙拉。这理发的是那个理发师，另一个理发师。好热啊！热呀？嗯，为啥热呀？外边不是冷吗？对呀、外边冷，刚回来就热。那你不穿秋裤？没穿。点饭吧。不知道吃啥呀？我也不知道吃啥，因为我点就是那还是那些。来吧，我看看。谁是一家之主？一看就看出来。你是一家之主啊？是啊，刚才你在直播间说我啥了？他们说什么又 Q 到我了？是你啥了？嗯我说那个，在我心里只有一个优雄。啊。这没有啥吃的呀。这点咱们出去能吃啥呀？啥也吃的？吃那个吃的那好吃的多了，好吃的多了，咱家附近也没有。咱家附近是没。咱家附近有刘文祥，咯咯的了。那边有那个铁锅炖鱼。不管与你的路有多苦。这个衣服全是你的味儿，谁让你穿的？我就是想穿，边训练边闻着你的味儿。号儿被分了。感觉去当弹泵用了，感觉浑身都充血了，有劲儿了。那胡说八道，人家觉得我身上有啥味儿？没味儿，没味儿，就是他穿过的衣服，流入他身上的那个淡淡的味道。独属于图图的香味儿。这都流感吗？没流感。流感怎么今天健身还这么多？是今天是健身的人很多，因为我去的点儿就是健身人多的点儿，每个人的味道都不一样，叨叨会闻出来吗？土豆身上有它的味道。老公，你播一会儿，我去冲个粉。好，咱们吃个好吃的吧。行香辣虾，行，你能吃辣吗？虾能吃，我爱吃虾。你就爱烧火，得了，我就爱烧火。你想吃鱼还是想吃虾？都行，看你想吃啥，这俩都行。你想吃蛙吗？也行。太好伺候了，我受不了，不是，想要作一点的都没有，不行，我就想要作一点的，我跟他过不长，真的，你太好伺候了，不行。又说啥呢？说我们长长久久，
好吃的多了。来，你们帮我点啊！香辣虾请扣1香辣蛙请扣2，香辣鱼请扣3。来，我看看1、2、3，香辣虾请扣1，香辣蛙请扣2，香辣鱼请扣3。啊，你们爱吃蛙呀？你们是哪个地方人啊？都爱吃蛙呀？确实是蛙好吃，咱吃个蛙吧。有双拼吗？没有，那就吃蛙吧。蛙能不能只要腿啊？啊，它应该就只有腿，不会有头的。它有身子。有身子，它那个啥，正常吧？点一个米饭吧。我这头发还觉得长啊，我就觉得这个还挺，感觉有一点点长。长。行，下次再理短一点。我以前比这还要短，就我以前的头发。宝贝112，行，我今天直播分逼没症，咋回事？你这个月付不没有利息啊？嗯，哎行。不关于你的真好喝呀！我没喝过，尝一尝。一股豆味儿，奶茶味儿，豆子味儿，你不爱喝这个是吧？没事，有个豆奶味儿，还有一个，没事，没有之前那个好喝。还有一个绿豆味儿你一说好像是有一点，啊，它就是那个奶茶味儿或大红袍奶茶的味儿。豆浆味儿。你来播一会儿，我累。我好累。没开美颜吗？啊，开了呀。你这豆儿可能，可能就是你不能像我一样就搓脸，搓脸肯定会搓完。我就搓，昨天搓了，感觉那些痘更严重了。那我拿那个针给你挑一挑。行，洗一洗。洗脸了吗？没有，我一会儿洗澡去呢。那你先洗脸，我给你挑一下。现在洗，我洗澡了。你洗脸，我给你挑一下，然后正好你再洗澡。你挑了之后不就不能沾水了？那么矫情。那你先播一会儿。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吧，工具车整上了。推荐一个好物啊。你像是那个推的小买菜车的老头。推荐一个好物，它这个是小推车啊，家里你肯定得用到这个小推车啊，你放点杂物哈，这个篮儿还能拿着来。最主要的，你说什么呀？咱们说什么呀？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推车，哎，它可以这样，哎，它可以方便推，然后它底下还有小轮子，而且材质特别好，特别好，这个材质特别好。那最主要是什么呀？最主要你看啊，现在它是一个推车，我们能做到什么呀？我们做到1秒变茶几。哇，好神奇啊！神奇吧？对。那有的人说你这样的话，那这个不稳定啊，感觉。不稳定，这儿可以固定，这一固定的话就立马更好。哦，还有这种功能呢。对，你看怎么样，它都不倒。哎，它这么多功能的这个架子一定很贵吧？才80多块钱啊？什么？才80多？才80多？没有听说，现在厂家搞活动。
我还以为至少要800多呢。在别的直播间是800多，在我这只80多。在哪里可以购买呢？天哪，这太划算了！是的，你说这请把链接立刻发给我，我也要买一个。这个材质是不是特别好？哦，是的，好结实，而且这个你看它喷漆的工艺，其实喷的还挺均匀的。感觉人坐上去它都不会烂。吹牛逼，肯定会烂，但是它的那个真的挺好的，是质感是挺结实。质感真的挺好，它不像那个几十块钱的那种垃圾货，确实挺好。咱直播间有没这个链接？没有啊，不是给大家推荐吗？你不能总想着说那个咱们直播间这啥纸啊？你在这干啥了？拿远一点，四味儿。你干啥了？在床上你干啥了？我就说这两天对我不热情，咋了？不要脸呐！我不要脸啥了？双标啊！我咋双标了？不让我那啥，你自己那啥。你爸是大款呐，老鼻子有钱了。抓娃娃是吗？谢谢东东的点亮粉丝团。全都说你在复健吗？狗东西！你真觉得我这头发长啊？你长得长得长，之前你还嫌我那还短呢。反正你这样剪的话就没有那么 gay 了。就你之前就是很 gay。臭秃秃，我之前那个，我觉得就算同性恋也不会像剪我那么短的头发。是会，一般就是肌肉同性恋会剪。叨叨，你咋不开播？我这不是在这儿播呢吗？不管与你的路有多苦。老公，我手机给我，我这个电池越来越不成熟了。你就是得把那个那啥退掉，啥？你不能让它后台运行。你不信你问他们，哎，你们的手机，宝贝们，你们的手机是不是那个抖音不退，不把那个程序退出来，后台它非常耗电。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特别是苹果手机，只要你不把它上滑，然后把它完全退出去，它在那个默认的，就是那个，它会那个就是默认的那个执行。是的啊，它就超级耗电。所以你们千万记住了，特别是冬天，你们把这个一定要就是上滑一下，把它退出去。我以前就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对，就是最近的，我那个手机不就是这样吗？就我不退出去啊，我不退出去，一晚上没电了。干啥呀？好香啊！你再摸我，你这个给我买鸡翅做猪了。哎呀，爱想摸。哎呀，别扒我裤，我里面没穿。强迫症必须得推出去。不管与你的路有多苦。今天出去健身，有2个多小时没跟老公见面，很想。好吧。老公，
今天晚上那我就睡了3个小时。行，那你睡醒了，那你现在睡吧。我不得吃饭呢。侍寝，今晚上他要侍寝，但是他不想侍寝，他都先昏迷。你不要看《疯狂动物城》吗？啊，说了半天，你看，啥？今天都1分钱没挣，算了，明天再看吧。钱都不来了吗？看，谢谢拳头，谢谢拳头大哥，我们不是这个意思。站着把钱要了。谢谢拳头大哥的乘风破浪，谢谢。乘风破浪，我懂。没有啦。那全都我直播的时候，他就在那块猫着，你直播，然后他突然就出现了。还伪粉啊，全都是我伪粉呐、我懂。要图图坐这儿我都不刷，你看。那你就坐着这，你今天你就坐一晚上，看他给你刷多少钱。小杨，你再给他转呢？你这刷呀？不是要看那个电影吗？我是装什么呀你？我是坐一晚上怎么看呀？狗东西！看两票。来呀！臭图图吃醋了。我有剧目，有剧目听。要看英文的啊，中文的配音已经被骂惨了都。那我们吃完饭得10点半了吧？差不多。那我们吃完饭再买吧。你看，这还没人买呢，这个票。哎呀，这票房不会高的。行，他7亿多，他怎么能到7亿多呢？美国哪吒，人家说这是。你到7亿多，我就不明白，咱们自己的那个电影都上不了3亿，他这个当7亿。你说哪个上不了3亿？就现在很多片子都上不了3亿啊。人家宣发做得好，你以为那个？那制作也精良啊。你以为那个辛芷蕾那个片子能多少啊？辛芷蕾的片子谁看呢？但是我还挺好奇他那个结局的，等他上那个上现在应该已经上了，上小米了，我就看一下。不是上小米，是那个夸克里边应该有资源。哦，因为他是拿到国外展的，估计有。彩蛋等看久了要等10分钟啊！我更爱看《欢乐好声音》哦，《欢乐好声音》我第一部好像特别久之前了，好像我上大学。欢乐好声音就是那帮猪在那唱歌是吧？好像是吧？好像我上大学的时候的片子了。一帮小猪羔子。第一部好，第二部就人气不会差。但《琅琊榜》的第二部就很让人。琅琊榜那这是黄晓明，谁看黄晓明？第二部是黄晓明啊。琅琊榜啊，琅琊榜第二部是黄晓明啊。你没看啊？没看，我光看第一部，估计老恶心了。但是人家说第二部的剧情特别好。这是好，但是你看黄晓明，你就会觉得很奇怪。不是胡歌，胡歌是第一部的。疯狂动物城第一部国内票房都15亿呢。有啥好的呀？黄晓明好。刘昊然这俩人，这一个都不想看。疯狂动物城，我第一部其实我看的就普普通通的感觉。我也觉得普普通啊，让我有印象就是那个树懒。还是觉得《寻梦环游记》好看。《寻梦环游记》歌舞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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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的。《寻梦环游记》看的我都哭了。
你也是爱哭。我是感性，就是性感比较。那你说你，嗯，他那个就是不是，你想说啥？他跟前任提分手的时候也哭了。他跟前任提分手，哭不很正常吗？他告别一段1年多的感哭屁呀情，将近2年的感情，就是爱哭。你有脸哭你？我从深圳往北京飞的那个路上，我还哭了一路呢。啊？为什么？没哭一路，就哭了一会儿。我的天，你真的是爱哭啊！因为就是有很复杂的情绪，比如本身我是个比较你是会觉得说对未来忐忑，还是就是跟过去不舍？就是想起过去的种种。就是不舍。对呀，我不是还发了个那个，我还不是发了个那个抖那你音吗？先回去吧。对过去不舍，那总要告个别吧，那就好好告个别吧。时光的河入海流。然后下飞机就开心事，哭是对未来的迷茫。所以他就是上一秒还在哭，下一秒开心了。我本来就是个很性感的人。感性。又来秀恩爱了。臭图图再见，祝今晚继续睡不着。啊，他睡不着，我也不能睡。我昨天陪他到8点，早上8点，我今天一天没什么精神，我今天没怎么练，说实话。风向都喜欢演，还需要观众配合。我可不喜欢演，我都是有想什么就是表现出什么。全都就旅行的，是吧？跟家人旅行。对，跟他家里人，陪家里人旅行。好好玩吧，别丢身份证啊，补办可麻烦了。人都走了。啊，走了。帮我转告一下啊。不睡干啥？不睡看恐怖片，刷抖音，然后吃夜宵。时光的河。到哪儿了？咋这么乱？哦，是我的点，干嘛呀你？正在赶往商家。还没取啊？对，没取呢。反正他规定到9点半之前会送到的。现在几点？啊，9点10。那没几分钟啊？啊？没几分钟。嗯。你俩是好兄弟吗？好哥们儿。我们是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好一个如花似玉、闭月羞花的美人儿。美人儿。不好意思。你们是让大战友。家久等了。我们是图说不是父子吧？看他能的吧，还父子。时光的河。你知道我今天为啥开心吗？为啥？我把他俩的钱结了，我就觉得，因为我不能欠别人钱，你知道吧？我就觉得很压得慌。然后就觉得就欠了好多钱，其实才5000块钱。16000块钱。你还差国瑞的钱。国瑞还有1万吧？1万我们现在也结得起。1万还是8000呢？我忘了。你到时候翻看转账记录就知道。真的。大呼噜，谁是大呼噜啊？12月的新剧呢？快了啊，快了，别急。
你们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啊，怎么说？怎么说？我们只喜欢有胸毛的。图图主蟹大呼噜吓死我了。我平常呼噜声就那么大声吗？是啊，那也不大呀，感觉。放你个臭屁！那你音量你放那么小，你可不大。我给你放一下，你能有多大？让大家感受一下能有多大。你这开的最大声肯定大呀。那人不就是开最大声吗？一半儿。根本没这么大声。就是有这么大声。我这个我睡觉的时候跟你耳朵大概只有10公分。我鼻子装个喇叭还是装了个啥？装了个扩音器。理论说你也不张嘴呼吸啊？为什么？就是鼻子。可能是就是一种天赋吧。哼哈。宝宝，你给我买游戏机了吗？没有。我都不知道你刷的那个是什么牌子。哈云。哈魔云还是哈云魔？你不是不买了？那你想想，我要是买佐助的话，300块钱，买这个才600块钱。哈云魔。对。哦，魔哈云。买这个如果600块钱的话，那咱俩可以一起玩。那如果说买佐助的话，就我自己玩，是不是？多少？699吧。499，哪个699？499。699。哈云2代。不是，你得买 WiFi 版，咱们没有那个网线版。哦 ，WiFi 版699啊。699。700能不买？太贵。等那个全都来的时候再说。那我们买个网线不行？你在哪查呀？现在没有网线。谢谢阎王的啥呀？这是？哎，给你介绍对象女朋友不要。谢谢阎王的为你打 call。主要我就觉得咱家电视这么大，不打游戏好。那打游戏你是会打什么类型的？对打呀。但是我不喜欢对打，我喜欢共同闯关的那种。咋了？我又打不过你，你这在火影里边都杀了4、5年了，我这是初出茅庐的新手，我打不过你，每把都输。那就不买。我自己买几次佐助去杀别人。那你们可以玩双影奇境。双影奇境是什么东西？你玩过那个双人成行没？你嘴唇干了，我给你拿水喝。你要喝饮料不？不要。啥呀，快点！那个新的蛋白粉。喝水啊！我就不想喝，不渴呢我。别装。咱嘴巴有点干干的。来，我尝一口这个，这是没喝完的那个。甜，我觉得挺甜的，又酸又甜。甜不甜？酸还是甜啊？一股怪味儿，喝不出来是猕猴桃汁儿。你爱喝这个是吧？你正好多买一点。不要买这个。那你想喝哪个牌子的？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这个牌子卖的很便宜。很便宜。你知道这一瓶多少钱不知道？买贵了。叫我买贵了，人家就是这个，人家本身就贵。你现在网上搜就是这个 NFC， 就是有就这么一小瓶4块钱呢。那你真的买贵了。那个山竹的那个好像是2升的山竹的NFC， 才多少钱？你搜，那这个你就搜山竹汁儿，这做法不一样。在抖音里搜，12块多，2升的是不是3824，2升多。我看这是是这个，它有大瓶的，便宜没好货。也有好货，你得会找。你不能这啥呀？啥？你这是抖音？拼多多？你看又在拼多多吗？你是不是歧视拼多多啊？就是，就是拼多多上，人家现在也都是好多人在上面买。我歧视拼多多，就好比我歧视那个快手。它拼多多现在都超越什么淘宝，超越那个京东。你歧视它干啥？抖音上很多东西还不如拼多多。对呀，抖音跟拼多多有啥区别呢？看着很廉价，感觉它像那个会员的大桶的那种大瓶的这种果汁。跟你狂的会员在你眼里都不行了？不是会员的那个会员肯定比他强啊。会员的纸盒的好，但是会员也有这种塑料瓶装的，那种大瓶的就感觉就很廉价，看起来。那买这个咯？不买，我就给你看，等哪一天咱们挣钱了再买。老公，看到哪了？2.2公里。2.2公里。好远。反正说是9点半前能送到。反正饿坏了，我不是饿坏了，我想吃完赶紧眯一会儿，我睡意来了。那你先睡吧。啊，不行了，睡了你就起不来了。才起不来，说话可难听。看你纹身，还没到这么黑，下边呢？它为啥是从上到下变黑啊？这个挺黑，掉了。这贴的时候就没贴好了。就是这个不好，便宜，相当于5块钱一张。5块钱一张还便宜啊？这有10张吧？50块钱吗？这个是10张吗？这不少呢，看的。不记得。还有8张感觉。啊，那是10张，那还10好几张呢，还废了1张呢。你贴呢？我贴这个上，我这都有一个了。这个纹这个多少钱？1200。为啥纹这样？感觉是酷帅。那你的臂围长了吗？长了呀。长的能撑开也没啥事啊。没啥事，我纹的时候它臂围才20%。啊？撑成这样？啊？撑成这样吗？我纹的时候才28臂围。那就是18年的时候。一点都没断开啊。为啥会断开啊？因为我会觉得肉长了，然后这个纹身会撑开，然后就断开，没有。不会断开，它是。那如果变瘦的话，会不会颜色堆在一起啊？变瘦可能颜色会变深吧。哦。因为我纹的时候颜色是挺深的，
现在感觉颜色也很深。你 BV28的时候，你花了1200，嗯，纹了一下午，2个纹身师给我纹的。这为啥要一下午啊？因为它就是这个图形很难纹，就是像这种图形它就是不好纹，它不如那种。你现在后悔了吗？我有点后悔，它纹的不太好，主要是你看好多我觉得是撑开了，不是它本身纹的时候就有很多瑕疵，感觉就是上色没上好。我这之前都晕开了，以前都不是这样的，以前它每个都很清晰的，甚至都1200干不了啥事，但是1200纹这个就丑。这个远远看着就挺好看的，不能仔细看。只是纹身瞅久了都难看，你打眼一看还行。我这个是之前在那个微博上看有人纹了个壁画，觉得好好看，然后我也想纹一个，然后自己设计了个图形，就拿着这个就去找纹身师给纹了。这是你设计过的？怪不得。他给我设计的更丑，我就很土。你这个也没多洋气啊，关键大家看不出来是啥。这是海浪纹，是能看出来，但是远远的看不出来。远远的看像蕾丝。嗯，好多人都这么说。祥云不是祥云，是海浪。想跟你玩密室，不想玩。玩密室可以，我要全程在那个安全屋里待着。那你浪费那钱干啥？那反正就是我就这个诉求。让你在监控室里得了呗。你以为我在安全屋里就不害怕吗？啊，就是你不做单线任务是吧？就是在安全屋里待着。啥叫安全屋啊？就是鬼不会往那个屋里边进。那你肯定得来回移动啊。移动的话，你跟大家一起。那安全屋也是更新的呀，你这儿有一个安全屋，下一个地点还有安全屋。不会啊，哪有安全屋？现在没有安全屋啊，他就是会追你啊，把你各种赶着跑。他会把你追到安全屋里去？不是，你安全屋里他也会突然冲出来，然后拿电棍电你。那我不想了，他让你跑来跑去的。万一我把他打了呢？一拳2000啊，一拳800，一脚2000。你要打头的话是一巴掌100，一巴掌10000。谁说的？司法机关啊。扇一巴掌就赔1万块钱？是的，你以为呢？我们酒吧里边出过这事啊，你就讹了1万，要不然你就蹲着去了。他不是被扇了一巴掌，他是一酒瓶子。那跟扇一巴掌性质又不一样。你去问问去，扇一巴掌就是1万。谢谢秋风镇子的鲜花。那我不想去。你想跟我玩密室的，让你兴奋的点在？看你害怕呀。看我害怕你就很开心。你为什么想要看我害怕？我喜欢看别人脆弱的时候。晚上好，晚上好。变态，我不想去。今天礼拜了吗？对。会激发保护欲。也没有到保护欲，就是喜欢看别人哭哭啼啼的。我不会，我可不去那个地方。你会去？不去。你去？不去。你喜欢？我不喜欢。你会为了你老公会努力的。那我也不去。去玩密室和你老公只能选一个。那我就选我老公。反正我不玩密室。
多看俩鬼片儿行了。看鬼片儿都害怕。深圳的那个酒吧还找我接呢，哪个酒吧？另外一个酒吧，啥时候？这段时间一直在找我呀，想让我把这酒吧接了，他是不赚钱了？不知道。我觉得他也特逗，你知道吧？当时一直都干不过我们，然后一直在那坚持，把我们那个我们就是不做了以后，反而他也不坚持。李英说他现在应该是一家独大才是对呀。他不是说你那个地方又开了一个酒吧，生意特别好？不是老头儿吧？跟他们不沾边。老头儿吧，他们一开始还想做那种演艺吧呢，开了老头儿吧，谁他妈听你唱啊？老头儿自己上去唱，抢麦克风能打起来。那片老头吧没有老头吧吗？那片啊？那片没有老头吧吗？3个老头吧，3、4个，4、5个，这肯定超时了这一代。4、5个老头吧，然后都是那种年轻的小孩为老头打架，打得头破血流那种。我操！为什么会有人喜欢老头啊？那你不期待你老了也会有人喜欢你吗？就我们旁边那个酒吧，就是每到周六周天就会打2架，派出所就来人。吓人！一开始我在那边做老板的时候，还每次打架我说哎打起来我去看，后来那个我都不出去了，那打起来了，我说啊经常打，打起来我去看。叨叨，你图图这想干啥？咋了？他咋了？什么他又想干啥了？为老头胡扯童话吗？抢老头那帮人打的特别狠，真的像直男一样打架。抢老头，那是不是其中有一个老头非常抢手？我不懂老头抢手的那个特征是什么，反正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带起的老头，然后旁边的那个年轻人就是跟他说了句话，然后就俩人就可能呛起来了，或者说这个老头是他曾经的前任，他看见他带着那个新小孩过去了，然后就打起来了。神经病吧！然后每次打架，老头得远远的，就年轻人在那块火拼。年纪多大老头算是老头？我那个酒吧得60多吧，60、70岁。我操，60、70，那也太老了吧？那你不到60的话，人家不喜欢，你觉得你太年轻了。到底喜欢老头啥呀？不知道，我不懂。按理说那帮老头都能当这帮人的爷爷了，因为都是20多岁的。太老了都起不来了。对啊，他们也不可能是追求这方面吧？不懂。有一些40、50岁的，我觉得长得还行的人，觉得太年轻了。老头上没味儿吗？感觉也不健也不卫生。老头男的应该没啥味儿吧，老太太可能会有味儿，性别有关系。但是男的一般不讲究卫生。还好吧，广东那边你不讲究卫生不行啊。广东广东那不更邋遢吗？感觉。广东你不洗澡怎么能行啊？广东不洗澡会黏死。所以广东还是行的。
我那时候开酒吧，我就觉得，哎呀，跟我整个世界观都不一样。就这边喜欢胖的，喜欢老的，喜欢土的。是广东吗？哦，就是反正我们开酒吧，包括那个喜欢土直胖，那个老中年老年喜欢这种，跟北京喜欢的都不一样。北京喜欢啥样？北京喜欢干净、喷香水儿的、精致的、肌肉的、年轻的，然后白白净净的。大部分都这样，都喜欢这样。是啊，就喜欢有胡子的。所以我在深圳其实很孤独，然后喜欢那种大胖子，就跟你似的，喜欢那种大胖子，我可不喜欢大胖子，喜欢那种就是大象，我可不喜欢大象，我喜欢那种就是有肌肉的、壮一点的脂包肌。有肌肉的大象。喜欢脂包肌。大象都有肌肉啊，你喜欢的是犀牛、河马。我喜欢那种非赛季的赛季选手，那种身材。练老的确实不能理解。我在深圳很孤独，所以你知道我要回深圳开酒吧，我还是会接触这些人，我已经够够的。你应该不会再去开酒吧吧？我应该不会，我已经体验过了，不会。我觉得你开酒吧太伤身体了，然后也不赚钱。现在我告诉你，实体就是不赚钱，肯定不赚钱。不赚钱的还开它干嘛呀？咱们过一段时间衣服回来了，咱们做自己的品牌。要做自己的品牌，成本太高的话，咱们就像那个小一一样，做带货就好。50多岁大叔我还能接受，60、70岁真不行。50多岁我觉得我也不能接受。 50多岁其实真不老。我开酒吧，就是那帮人都是50多岁，我觉得不老。打麻将那帮人吗？50多岁其实还好。40多岁其实就是感觉跟我差不多。我其实跟40多岁的人感觉是一样的。然后我的心态可能偏40多。手机还没电了，要充电吗？充了，等我下播了。剩5%的电了。以前刚上大学，感觉30好大，转眼自己都快30了。60、70那是爷爷了，不是大叔。就是你知道，我之前做服务员的时候，我就看那个30多岁的客户，我都觉得是成年人。但是我现在30多岁，我去见那些服务员，我还是害怕他们。害怕他们？对，为啥？就觉得这帮小孩儿挺冲动的。冲动的啥意思？其实我当服务员的时候，我害怕30多岁的，然后等我30多岁，我怕服务员。你怕顾客是怕顾客找事儿吗？哦，你知道30多岁的人在那块发火，你就觉得天塌了。天塌了。20多岁你能哄一会儿，而且就是可能你强硬一点，20多岁不会说什么，但30多岁明显就是有家有室，还有钱有见识。对，你还敢跟顾客强硬一点呢？我有的时候会。什么情况？就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是在找茬嘛，明显的就是他自己把自己头也薅下来，然后放
放那里边吗？咋这么明显呢？能看到毛囊啊，就是能看到那个就是能看到毛囊就是他自己薅的。对，那肯定是啊。你头发掉头发的话，它不会连那个毛那个就是根部都会有啊。那下次就是剪一下，剪一根。对，剪那也不行，你不能干这种事。那有一根头发就要免单还是怎么？有的人是这样，要不然就那个举报那个卫生部门。就有这样的，好像现在说是5倍罚款吧，反正就卫生查的比较严嘛，所以做生意好委屈的。我告诉你，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当了老板应该就是很威风，其实不是，当了老板以后就是各种各样的事儿。叨叨今天视频真好看，我就是现实中就是那个样子。叨叨视频，你发视频了？发啥了？健身啊？当然不是啦，自己看去吧。这个没声音了。都相中那件羽绒服了。刚想说人坏话呢。那羽绒服就是我在拼多多上180多块买的那个。你在拍我？你现在可真灵啊！那你是你拍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你现在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可喜欢了。你自己你有没有你有没有觉得我给你找对赛道了？你之前装 man 的时候，没有人评论你。谁说的？很少。那也不少。你现在就是可爱，就是反而就是吸引了好多人。我刚想说人坏话。你看你那个母劲儿，我看说人坏话。我也觉得很母那个动作。但我喜欢。我都不想发，其实这条视频。哎呀，我的就这个身子一扭，什么东西啊？它母了吧唧的。我刚想，就是你，都母了吧唧的，我根本就不是平常的我。挺好。谢谢发财瓜溜的小心心。可爱，我老婆真可爱。饭到了。谢谢。你看，哈气还是肉汤对着啊？对，稍微热一点。行，不好意思啊。什么哈气？这就是漏我一手。他谁呀？跟你聊那么多？不好意思啊，让您等那么久。你看一下这个声音不错，这个是哈气，长得也挺帅的，是吧？这个壮熊。那不让他坐一会儿呢？像我刚才摸了，胸还挺大的，是吧？你让他坐我旁边吃点。新剧啥时候能看？可能这个月能看。可能对 maybe。我们要吃饭了，我们今天就先再见。拜拜，大家再见。手机正好没电了，拜拜。